陆真真在房间里找寻了一圈，很快看见寻宝口中的花瓶，轻轻扭转，暗门打开。陆真真没有丝毫犹豫，俯身便钻了进去。我先找找这里有没有埋宝藏。陆真真兴奋地绕着小院走了一圈，居然没有。薛老太婆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干什么？那道观为何看着有几分眼熟？这地不是原主身死，他来到下界的时候第一次睁开眼的地方吗？难道说原主的死和薛老太婆有关？不对啊，袁山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另外一个任务，难道两者有联系？此时院墙外突然传来一阵杂乱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粗重的喘息。快，就是这里，没人会发现。院门被3个身影狼狈地撞开，3人稍作歇息，发现他们安全后，其中一个刀疤脸的壮汉将肩上一个沉甸甸的麻袋哗啦一声倒在地上，霎时间珠光宝气冲天而起。发财了，发财！还以为今天白跑一趟，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大哥，这次咱们发了，有了这些，够咱们兄弟逍遥快活一辈子了。分，赶紧分了走人，然后我们分3个方向逃，改名换姓，此生不再见面。其余2人使劲点头，自顾自地拿着属于自己的。原来是3个偷窃贼，想分赃，想得到没？一会儿这些都是我的，我最爱干的事儿就是黑吃黑，钱才来得快。就在陆真真准备跳下房梁动手时，一丝若有若无的黑气如同鬼魅一般从幽暗的森林深处悄然飘了进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点意思，省了我动手的力气，不错不错。凭什么这颗最大的夜明珠给你啊？这一趟我出的力最多。放屁！老子断了根手指，这珠子就该归我。刚才还同生共死的兄弟情谊，就因分赃不均瞬间红了眼。他们开始激烈的争吵推搡，气氛剑拔弩张，黑气不断地蛊惑着他们，扩大内心欲望。去死！你敢杀我弟弟，老子跟你拼了！满脸横肉的壮汉也被激起了凶性，举刀和刀疤脸疯狂地互砍起来。最终2人双双力竭，互相将刀捅进了对方的身体里，同归于尽。陆真真静静看着3具尚有余温的尸体。那只小黄雀应该快出来了吧？很快，轻柔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不疾不徐，透着一股胸有成竹的从容。来了。道长，这3人可有用？这是老身找了许久，才找到阴年阴月阴日穷凶极恶手沾血腥之人，若不可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齐全了。做得不错，加上他们横死怨气冲天，正是炼制血煞傀儡的绝佳的材料。这3人竟然是老太婆做局引来的，不过也对，要不也不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分赃了。道长开始吧，莫要耽误了3皇子的大事。难怪这个老太婆这么硬气，上次借宗祠宴让老太婆折了冯嬷嬷这个心腹，又夺了她的诰命夫人的称号，3皇子还被老皇帝禁足。若3皇子不做一些政绩，基本上与那个位置无缘了。3皇子都吃了这么大的亏，还留着这个老太太，太有问题了。只见那灰袍道士点了点头，从怀中摸出3张画着诡异血色符文的黄纸。他手腕一抖，3张符纸竟像长了眼睛一般，不偏不倚地分别贴在了3名壮汉的额头上。敕令起！下一刻，诡异的一幕发生了，3具尸体以一种极为扭曲的姿态，缓缓地、僵硬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好家伙，这是高级傀儡术啊！虽上界几乎人人都会低级傀儡术，但高级傀儡术也就那么100多人，下界的人是怎么会的？难道自己来下界并非偶然？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渣渣，干就完了。老夫人请看，这傀儡已成啊，刀枪不入，不知疼痛，只需驱使他们去将目标一一刺杀便可。若是不想留下把柄，事后可将他们焚为灰烬，不留半点痕迹。若是精心养护半年，这3具傀儡那就非常的厉害了，会晋升为血煞傀儡。1品以下的武者根本就进不了殿下的身。1品武者都进不了身，这么厉害，仙长果真厉害啊！这算不得什么，贫道只是在我们逆道门里排名100外，我们门主那更是仙人般的存在呀。只要你们殿下兑现答应门主之事的承诺，太子之位手到擒来。道长，这傀儡现在可以杀人？可。好好好，今晚老身就要苏宁烟那个小贱人和他身边的人通通都得死。就3级垃圾傀儡还想杀我，想屁吃呢。3具刚刚站起来的血煞傀儡像是被瞬间抽走了所有力气，双腿一软，直挺挺的又摔回了地上。道长，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不动了？不可能，绝不可能！起！他将3张血符猛地拍出，符纸再次贴上尸体的额头。那3具尸体猛烈地抽搐了一下，手指动了动，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后面任凭道士如何催动法诀，念动咒语，那3具尸体都像3堆烂肉一样瘫在地上，纹丝不动。你若不快些，事情不办好，别说3殿下了，你们门主恐怕也不会放过我们的。道士急火攻心，强行催动法术反噬己身。不好，此地有高人，是哪位前辈在此坏我道法？烦人，就区区残次傀儡术也配叫道法？话音未落，一道纤细的身影如同一片羽毛，悄无声息地从房梁上飘落下来。是你？你是苏宁烟那个小贱人身边的贴身丫鬟，你怎么会在这里？陆真真身影一晃，直接给了老太婆一耳光。骂谁是小贱人呢？不会说话就不要舌头了。难怪苏宁烟每次都那么好运，每次都躲过去了。原来他身边藏着这么个高手，若要除掉那小贱人，就必须要杀了这丫鬟。前辈饶命啊！晚辈是逆道门中的无道子，还请给逆道门一个面子，放过晚辈。逆道门是什么东西？本尊不知道，不认识。哎呀，整个大昭朝有3宗一门呐，我们逆道门便是那一门。若前辈肯放过晚辈，晚辈可以推荐前辈进入逆道门。若执意杀你呢？那前辈就做好与整个逆道门为敌的准备。你们逆道门有银子吗？那是自然。门内之人都有很多的修炼资源，金银之物不过是凡人所需的。若是前辈喜欢，当然是有很多的。道士一挥手，一堆银子出现在陆真真面前。加入逆道门，每人都可获得1枚空间戒，里面放着晚辈的全部家当，这些银两就当见面礼送给前辈。很好。对着道士的眉心轻轻一弹，
道士还不知道发生何事，身形猛地一僵，仰面倒下，气绝身亡。逃！他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提起裙摆，也顾不上什么侯府老夫人的仪态了，转身就朝着院外连滚带爬的撒丫子朝着道观外狂奔而去。陆真真只是看了一眼狼狈跑出去的薛老太婆，在道士身边蹲下身，在他身上搜刮一番。真凶。陆真真将地上散落的赃物都收入空间，才慢悠悠地去找薛老太婆。同时，京兆尹府大牢，李晚秋，难道老夫人并未放弃我？是不是老夫人让你来救我的？老夫人让我给你带句话，别乱说话，多想想你乡下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襁褓中的侄子。说完，那人就走了，仿佛没有人来过。老夫人竟然用我的家人来威胁我闭上嘴。李晚秋缓缓站起身，踉跄地走到墙角，解下了自己脏污的裙带，挂在了牢房牢门高处的木梁上。他的身体用力往下坠，短暂而剧烈的挣扎后，一切归于死寂。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想起了三皇子曾无意中透露过的一句话：秘密据点的西南30里外，便是本皇子精心培养死士的密营，保太子之位万无一失。对，死士密营，三皇子的死士，那里人多，那里有数不清的高手，只要到了那里，我就安全了。哼，那个小贱人的丫鬟再厉害，难道还敢与三皇子和整个密营为敌吗？刚才跑出去的老太婆往哪里走了？人，你才会是鸟语，你是鸟人，人往林子深处跑了。你叫上同伴一起去找找，找到了告诉我一声。小灰雀立刻啾啾叫了2声，振翅而起，如一道灰色的闪电消失在夜色中。陆真真干脆坐在道观的门槛上等着，不到半个时辰，找到了，在西南方向。西南方向有个奇怪的村子。怎么奇怪？飞进村子的鸟出不来，鸟的弟弟妹妹都被关在里面了。陆真真微微皱眉，老太婆准确无误地朝着西南方向跑，看来是知道那里有个村子，不出意外，应该是三皇子养的私兵了。林间的怪石与树影在他身侧飞速倒退，朝着西南方向而去，很快就看见了薛老夫人的身影。这里是三皇子的死士密营，跟普通的村子没什么区别呀。终于不用死了，我得救了。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疯了似的冲下山坡，朝着村口那块古朴的石碑狂奔而去。陆真真的神识敏锐地捕捉到，村庄周围的空气随着薛老夫人的进入，泛起了一丝几乎无法用肉眼察觉的能量涟漪。一道无形的灵力结界，如一只倒扣的透明巨碗，将整个村庄严丝合缝地笼罩在内。难怪小麻雀说这个村子古怪呢，设置了只许进不许出的单项技术结界，只要进入了结界的人或动物都无法出了。看来这里就是三皇子养的那些见不得光的地，为了防止这些人乱跑，坏了计划，特意加了这把锁。陆真真下一刻身形就出现在村口，走了进去。站住！你们是谁？我是三皇子的人。有何凭证？薛老夫人从怀里拿出一块令牌，正是三皇子下发给几个心腹的。他也是？他？薛老夫人不解，回头一看，看着满脸笑容的陆真真，顿时吓得脸色苍白，赶紧吼道：不是，他不是。这个丫鬟居然无声无息地追上我了，太可怕了。他是镇国公府的人，还杀了道长，
杀了他，快！拿下！训练有素，武艺也不差。不出意料，这里是三皇子养死士的地方。可惜，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数量毫无意义。打斗声惊动了村内更多的人，一时间，从那些看似淳朴的农家院落里涌出了数十名气息更加强悍的死士，向陆真真的方向跑来，将他团团围住，刀光剑影，杀气冲天。正好送你们一起上路，往前路上也好有个伴儿。村口的土地很快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横七竖八的尸体堆积成了一座小山。真他喵的累，本尊只适合躺着数钱，这种费力又血腥的事儿比较适合团团做。你不要过来，那可是三皇子最精锐的死士啊，整整一个秘营的人，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这个小贱人屠戮殆尽。他不是人，他是魔鬼啊！苏宁燕，你这个贱人，都是因为你这个扫把星，我就是做鬼也绝对不会放过你。骂错人了，老钱婆。再说了，就算变成鬼也打不过我呀。不要！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双眼一翻，头一歪，竟是直接吓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刺骨的寒意让薛老夫人悠悠转醒。她猛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不是尸山血海，而是熟悉的小佛堂，青灯古佛，檀香袅袅。奇耻大辱，这辈子都未曾受过的奇耻大辱。那丫鬟为什么没有杀我，还把我平安带回了宁远侯府？她到底想要做什么？来人，都死哪儿去了？快给备水沐浴。翌日晌午，郑国公府，七皇子的事，你仔细说说。苏宁熙有些害怕自家这个大哥，还是规规矩矩地站着，磕磕绊绊地将事情一五一十地简略复述了一遍，并将陆真真那里得知的事情也一并告诉了。哼，查什么？什么长得像七皇子的贼人？就是七皇子想要太子之位搞出来的事情，可惜太蠢，事还没办好就翻船了。还好有陆真真呢，否则自家小妹就被人一挑拨，郑国公府肯定要出什么乱子。皇帝明知道是七皇子闹出的事情，还让我查，不就是想让大理寺给七皇子背书，让我证明这件事与七皇子无关，保全七皇子的名声。就算是之后被人抓到把柄，将事情闹出来，还不是由我背锅。大哥，没什么，先下去吧。是大哥。这件事，皇帝和七皇子都不会让我追查到底，多半是要丢出一个替罪羔羊。看来马上就要出命案了。正在此时，书房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主子，城东长乐坊的窄巷里发现了一具死尸，那具尸体与七皇子一模一样。果真来了，没想到七皇子的手脚这么快，仅仅一夜。怎么了？在尸体旁边还发现了一个昏死过去的瘸子乞丐，那人正是属下追查了很久的真正国公府的二公子，主子亲弟弟。什么？备马？南辰兄，我正要去通知你，死者正是伪装七皇子的贼人。尸体在哪儿？嫌疑犯抓住了，但是还不确定是不是他做的。苏南辰没有说话，顺着凌轩的手指，目光落到一旁，一个衣衫褴褛的瘸腿乞丐，蓬头垢面，看不清样子。
这就是我失踪多年的亲弟弟。此案是我大理寺的案件，人犯和尸首就由本官带回大理寺了。苏南辰脸色越来越黑。皇上想借他的手平息这场荒唐事，他本就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草草结案，但凶犯却牵连到自己的亲二弟。看来皇帝已经察觉苏南渊已经引起他们国公府的怀疑了，趁此机会借他的手杀了自己亲弟弟。一是为保苏南渊国公二公子的身份，除掉不定因素；二是以后用这件事作为把柄，让他愧疚，控制他。真是好算计！大理寺大牢，给他清洗干净。是，大人。一胞双胎，龙凤之子，纵使多年未见，纵使眼前之人面黄肌瘦，憔悴不堪，可那邪刻在血脉里的轮廓却骗不了人，真的是被老皇帝换掉的亲弟弟。大人，犯人情况如何？回大人，这犯人早年4世受过重创，头部受损严重，导致神志不清，清醒的时候极少，大多数时候都是疯疯癫癫不认人的。老夫医术不精，无能为力呀，还请大人另请高明。可有法子让他清醒片刻？唉，大人，难呐，这脑疾非药石所能医治，除非大人能拿到宗门里的回魂丹，否则神仙难救啊！大人，草民告辞了。丹药，或许他有办法。莫影，属下在。去宁远侯府，请陆姑娘前来。是，主子。莫影领命而去。宁远侯府不远处的陆珍珍身旁围着3、5个粉衣小丫鬟，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看着她。小姐，这疯丫头算命摊都摆进侯府来了，你就宠着她吧，也不知道她算的准不准。陈桃，你算算这2日来找她的人有多少，说不准就不会来这么多人了。只要让她赚钱，她就不会想着离开苏家，之后干脆送她一间店铺好了。好了，下一个。回姑娘，奴婢叫阿巧，今年16，是腊月初7子时出生。阿巧，你明日卯时去西街转转，能发一笔横财。其实奴婢是想问问姻缘。你还有3年才会有姻缘，这3年你就老老实实赚嫁妆吧。家里给你安排的婚事，不要答应，否则你今生都遇不到你的正缘。阿巧听见这话，脸色都变了。前几天家里人给她安排了婚事，2人虽匆匆见了一面，她还是很满意的。对方斯文有礼，又是独子，家里虽不富贵，但也有余粮。如果遇不到正缘会如何？轻则被休，重则丧命。不想死的话，最好3年后再成婚。他言尽于此，至于对方信不信就不关他的事情了，只要给钱就行。阿巧将半两银子递给陆珍珍，有些失魂落魄地走了。他得回去好好查查那个男人，他不想所托非人。我，姑娘到奴婢了。就在此时，大小姐，主人让属下来寻陆珍珍前往大理寺。陆珍珍，去吧。小桃桃，这个给你。陆珍珍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木偶，当着苏宁烟的面塞到春桃掌心。这是什么？如有危险，就弄坏它。昨天晚上的事，老太婆定然会找机会弄死大小姐。现在有本尊在侯府，她不敢动。现在本尊离开侯府，老太婆定然会动手的。对付老太婆这些小卡拉咪，这木偶完全够了。收下吧。见春桃收了木偶，陆珍珍扶了扶身，跟着墨影离开了院落。老夫人，那个叫陆珍珍的被郑国公世子的贴身侍卫叫走了。
听说是去大理寺，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好，很好，让他们准备好，等一炷香之后就动手。是。大理寺的监牢阴冷潮湿，下界的大牢和上界幽冥暗牢的比起来，简直可以说是客栈了。若是上界也有这条件，我还越狱个屁呀，直接躺平养老了。外面站了不少大理寺官员。主子，陆真真到了。这里是300两，只要你能救他，钱就是你的。300两？什么犯人的命值这么多？主子放心，属下自然全力救治。这不是镇国公府那个被调包的倒霉蛋二公子吗？怎么成杀人犯了？这是什么操作？能治吗？能，需要点时间。二皇子的魂魄被人用秘法锁住了3魂7魄中的1魂1魄，所以才会神志不清，状若痴傻。这是锁魂咒，下手的人够狠的，这是要让他一辈子当个疯子，必要时可控制他成为一把杀人的利器。苏南辰眉头一拧，这定是皇上的命令。毕竟是他偷偷将6皇子换走了弟弟，按道理来说，不想被揭穿，弟弟出生就会被杀。但弟弟没死，定是皇帝让他成为出气筒。看着国公府二公子被人凌辱，心里肯定很舒爽啊。陆真真将布包摊开来，里面是长短不一的银针。她捏起一根银针，精准地刺入眉心，紧接着是百会、人中、神庭。她的手指翻飞，数道银光接连没入乞丐头顶的各大穴位。每一针下去，那乞丐的身子就剧烈地抽搐一下。陆真真收回银针，慢条斯理地放回布包。好了，他1个时辰后自会醒来。姑娘，他的疯癫症状可是治好了？好了。各位大人家中若有怪病、疾病、隐疾者，只要诊金到位，草民都会出诊。真的？姑娘，有空去本官府邸看看病人，诊金另算。好说好说。好像他又找到了赚钱的路子。与此同时，动手！一声令下，数十道黑影如鬼魅般从各个角落窜出。他们身着夜行衣，手持钢刀，刀锋在阳光下反射着令人心悸的寒光，直扑苏宁烟所在的揽月轩。沿途遇到的侯府家丁和护卫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呼喊，便被一刀封喉。苏宁烟，拿命来！小姐快走，奴婢拦住他们。沈棠，木偶！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将木偶砸在地上。一声震天咆哮骤然炸响，声浪之大，几乎要掀翻整个屋顶。在所有黑衣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万千光点凝聚成一头吊睛白额的巨虎。老虎？这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老虎木偶，怎么就变成真的了？这是什么鬼东西啊？是幻术！别怕，杀了他！不过10数个呼吸之间，院内再无一个站立的黑衣人。鲜血染红了青石板，汇成一条条诡异的溪流。琥珀色的兽瞳冷漠地扫视了一圈，确认再无威胁。他缓缓转过头，看了一眼瘫坐在地上已经吓得呆的苏宁烟和春桃。随即他威严的虎躯开始变得透明，化作万千金色光点，如同一场绚烂的萤火之雨盘旋着升空，最终消弭于无形。小姐，陆真真，你今后就是我苏宁烟最重要的救命恩人。恐惧之后是无尽的后怕。若没有这个木偶，此刻的自己早已是这满地尸骸中的一员。
与此同时，京兆府，大人，女囚李晚秋昨夜在牢中自尽了。自尽？怎么会这么巧？案子刚审结，他刚认罪，人就死了。恐怕是幕后之人杀人灭口啊！备马，立刻去宁远侯府。林轩带着2个下属很快到了侯府。大人，出事了！小心些，刺客可能还在侯府。我只求我来的没有太晚。当他一脚踹开揽月轩的院门，看到的是比沿途更加惨烈100倍的修罗场。是苏宁烟，她还活着。苏夫人，林大人，快让京兆府所有人前来封锁侯府，仔细搜查，查看是否还有活狗。是。苏夫人，别怕，已经没事了。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谁干的？他们是突然出现的，见人就杀，后来不知怎的，开始相互残杀起来。一名衙役便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大人，不好了！慌什么？讲！侯府上下，这除了薛二公子和薛老夫人，其他人都死了。这老太婆真是好算计啊！用侯府所有人的性命给她陪葬，官府查起来，也只能以侯府仇人寻仇为目标。镇国公府就算知道是他动的手，也没有任何证据，真是够狠。但是薛老夫人怎么了？哎呀，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林大人，你亲自去瞧瞧吧，太诡异了。我必须要亲眼看看老太婆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穿过血腥狼藉的庭院，绕过几条回廊，薛老夫人的卧房就在眼前。房间里凌乱不堪，地上还躺着丫鬟婆子的尸首。薛老夫人正披头散发地坐着，最骇人的是，那柄淬了寒光的匕首，刀柄在外，刀刃深深没入，就那么直挺挺地插在她的心口上。被捅了心窝，人还活着。大人，属下请了方大夫。方大夫，你去看看老夫人的伤势。他快步上前查看薛老夫人的伤势，手刚触碰对方的手腕，一股冰冷的触感让方大夫感觉到诡异。他继续给老夫人把脉，但死活都摸不到，如同死人一般。犹豫半晌，他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探了探老夫人的脉搏和鼻息，吓得收回手。如何？启禀大人，老夫人已经去了。死！你个庸医，老身还活得好好的，你居然敢咒老身死！房间里的所有人被薛老夫人这句话吓得一哆嗦，方大夫更是不可置信地看着薛老夫人。这怎么可能？我医术再不济，死人和活人还是分得清的。林大人，草民可以用项上人头担保，老夫人身上都出现了尸斑，瞧这样子都死了快1天了。怎么会这样？我的心口怎么会有一把匕首？老身胸口为何会有一把匕首？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疼？为什么？苏宁烟看见这一幕，第一个反应就是陆真真。看来他还是小看了陆真真的本事，今后定要抱紧珍姐的大腿才行。苏夫人，本官让人先送你和薛二公子回镇国公府。侯府灭门案件，恐怕一时半会儿都破不了案呢。苏宁烟点点头，跟着凌轩派的人离开了宁远侯府。我真的死了，那晚我就死了。那丫头没有放过我，我不是活人，也不是死人，是被人操控的行尸走肉。杀不死，
这已经是镇魔司的范围了。林轩挥手让方大夫离开，又命人去通知镇魔司。薛老夫人，侯府最近得罪了什么人呢？那些黑衣人为何要灭你们侯府满门？老身可以告诉你所有的事情，但老身有一个要求，若林大人办不到，老身半个字都不会说。何事？陆真真，我要见他，马上立刻让那个贱婢来见我。一个侯府的老夫人，在遭遇灭门惨案，自身化为妖异之后，点名要见的竟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丫鬟陆真真。这不是能够去除魔气的那个姑娘吗？难道侯府灭门一案与陆姑娘有关？让陆真真姑娘来一趟。与此同时，大理寺天牢深处，那名被陆真真施过针的瘸腿乞丐眼皮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了眼睛。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小人脑子有问题，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求大人开恩，放过小的一条狗命吧。抬起头来，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方？草民叫李二狗，养父母在草民5岁时死后，就一直乞讨为生，住在城东郊外的破庙里面。7年前，草民被人砸了头，就疯疯癫癫的，清醒的时候极少，不知草民犯了何事啊？李二狗。苏南辰越发心疼自己的弟弟，好好的一个国公府二少爷，却过着讨饭的生活，还有如猪狗般的贱名。大人，此人之前神志不清，怕是问不出什么来。哼，就算如此，他在杀人现场，谁知道是不是他神志不清杀了死者叶枫？什么？草民冤枉！草民冤枉！草民即便疯疯癫癫，也绝对不会杀人。休得撒谎！东城长乐坊叶枫遇害，你就在当场，人证物证俱在，还不如实招来。大人冤枉啊！小人真的没有杀人，小人连鸡都不敢杀，怎么敢杀人啊？大人，依下观看，不必再审了。此人形容猥琐，言语疯癫，定是见财起意，趁乱杀害了叶枫。如今人证在此，我们只需将他就地正法，便可将圣上交差了。张大人所言极是，圣上只给了我等10日时间，如今已过去1天，再查不出真凶，你我头上的乌纱帽不保事小，恐怕命都保不住了呀。是啊，大人，一个瘸腿的乞丐换我等的前程，换朝堂的安稳，值了。我算是开眼了，这些怂货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随便拉一个人当替罪羊，若是其他人，或许倒霉世子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可是他亲弟弟啊！哦，他还不知道这是他亲弟弟。小没良心的，白给那么多钱了，居然还躲在一旁看戏。李二狗忽然听见耳边多了一道女子的声音，一阵恍惚。我是世子的亲弟弟，这绝对不可能，定然是我饿太久，或者又犯病了，才出现了幻听。够了，此案疑点重重，国法威严，岂能因一时之变草菅人命，铸成冤案？哎呀，我的苏大人呐，你是铁面无私、青天大老爷，但是圣上只给我们大理寺10日破案，除了这个乞丐，我们什么线索都没有。时间到了，我们拿什么去给圣上交代？难道我们要告诉圣上，我们连一个凶手都找不到吗？皆是龙颜大怒，你我谁能担待得起？是啊，苏大人，这张侍郎所言不虚，圣上雷霆之怒，我等皆是粉身碎骨的下场。不过是一个疯癫乞丐，用他的命换我等安宁，换朝堂安稳，值了。邹大人，
切莫为了一介贱民误了您的大好前程啊！唉，罢了，反正我活着也是人人嫌弃的孤儿，一个臭烘烘的乞丐。这就是朝堂，这就是苏家世代为之奋斗的天下，真是烂透了。现在这个局势，他们是要逼弟弟去死啊，怎么办啊？真是感人肺腑的同僚情谊，为了保命，连脸都不要了，恨不得现在就按着倒霉世子的手画押结案。就不知道倒霉世子如何选择了。其实这件事也很好解决的。你有没有办法破局，救下那个小乞丐？首领，你说什么呢？我只是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哪里知道有什么办法？作为主家的奴才，要学会给主子排忧解难。我就说这个疯丫头，怎么可能会比自家主子有办法？我家主子可是世上最聪明的。也不知道主子为什么这么盲目的相信这个疯丫头。办法没有，馊主意倒是有一个。馊主意也行。陆真真伸出右手，用大拇指在食指和中指上搓了搓。这货是不懂装懂，钱都不给，想屁吃呢。这么明显的提示还看不懂的话，那不是一般的蠢笨了。主子给的300两还不够啊！主子给的300两还不够啊！主子说那是真金，看首领似乎也不是诚心为主子排忧解难的样子啊。我真想掐死她！这个丫头真是只进不出的貔貅，苍蝇飞过都要薅苍蝇腿上的毛。这是我存了3年的俸禄，本来还想着攒着娶媳妇儿的。你若是能帮主子度过此劫，这些我就都给你了。陆真真看着那可怜兮兮的钱袋，再看看莫影那一副壮士断腕、痛不欲生的表情，毫不客气地塞进了自己的袖袋。此事每个月就5两银子，这点钱的确要存些日子。蚊子腿也是肉。你现在可以说了吧？到底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现在的困境？请让大理寺不插手，简单，只要证明这件事儿与诡异扯上关系，那便是镇魔司的活了。与主子与大理寺再无半点干系。对呀，镇魔司专管天下妖魔鬼怪、奇闻异事，只要把这案子定性为诡异事件，大理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这个烫手山芋甩出去。可随即他又反应了过来，自己那存了3年的娶媳妇的钱，就换来这么一句话，这银子白给了。伸手就想去拽陆真真的袖子。干什么？耍流氓啊！钱货两讫的事儿，别想反悔。不过细瞧这个疯丫头，眼睫毛长又翘，肌肤如雪，粉嫩小嘴。以前我怎么没发现这个丫头长得这么水灵呢？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啊？你可知道镇魔司的那群人个个都是眼高于顶、不近人情的疯子？尤其是镇魔司副指挥使周清风，与我家主子素来不睦，势同水火。周清风一直想抓我们主子的把柄，那不仅救不了乞丐，连主子和镇国公府都得被他拉下水，死无葬身之地。你这个疯女人，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最重要的是还我钱。那叶枫的尸首在哪里？啊，就在大牢旁边的停尸间，应该快尸检完了。你问这个干什么？当然是把假的变成真的呀，蠢货！等着，看好戏吧。怎么突然觉得有点冷啊？速度都快着点儿。是，师父。早点弄完，早点回家喝酒吃肉，抱媳妇儿。突然，一声细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仿佛骨骼摩擦的声音在寂静的停尸房内响起。师父，有鬼啊！那具本该死得透透的尸体，
那双紧闭着的眼睛，不知何时竟睁开了眼睛。幻觉，一定是幻觉！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什么没见过？定是这几日没睡好，眼花了。师傅，是不是诈尸了？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不用害怕。两个小徒弟听见师傅这么说，都长长松了一口气。这一行果真要学的门道很多，是他们太大惊小怪了。那尸体竟猛地一下直挺挺地坐了起来，他动作僵硬，宛如一具提线木偶。啊，鬼啊！他就这么拖着一副破败不堪、开膛破腹的身躯，朝着大牢的方向一步一顿，摇摇晃晃地走去。沿途的狱卒和守卫吓得三魂丢了七魄。我的娘啊，这诈尸了！瞬间，整个大理寺大牢乱成了一锅粥。一名胆子稍大的狱卒连滚带爬地冲向大牢最里面。大人呐，不好了，不好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没看到大人正在审案吗？诈尸了！那尸体正往这边过来的。简直是胡言乱语！我看你是冲撞了鬼神，失心疯了。来人，把他拖下去！苏南沉下意识，看向不远处的陆真真。难道这就是他的办法？忽然，一股刺骨的寒意伴随着浓重的血腥味儿，从敞开的大门外弥漫进来。只见一个摇摇晃晃的身影逆着光出现在众人眼前。那身影僵硬而迟缓，每走一步都发出沉闷的声音。鬼，真的是鬼！就这点心理素质，吓不死你们。陆真真，这就是你说的办法？这效果难道不好？谁还管那乞丐？首领，一分钱一分货呀。你那点钱也就够买个开场热闹，吓唬吓唬人。你主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不会放过你的。小物休得放肆！墨影大喝一声，持刀的手青筋暴起，冲上去。这一刀他用了10×10的功力，瞬间将尸体劈成了两半。各位大人，这起案子已属于镇魔司了，不归我们大理寺了。这样也算是给圣上一个交代了。对，张大人说的对。各位大人，既然这起案件是诡异作祟，一个小小乞丐根本杀不死诡异，这件事我们移交给镇魔司如何？苏大人说的极是，这个乞丐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可能杀得了诡异？定是冤枉的。对，这件事与这个乞丐无关，诡异之事还是交给镇魔司才行。来人，去镇魔司报案，嫌犯李二狗并未杀人，无罪释放。谢大人，谢大人。李二狗，跟本官回国公府当个马夫如何？每月2两银。大人，真的不嫌弃草民是个乞丐，愿意收留草民当马夫。苏南辰点点头，若不是六皇子的缘故，他会直接认亲的。马夫算是府中最低等的下人，六皇子和他的人都不会去马厩，让母亲暗中操作一番，加上暗卫保护，应是无人发现的。不用跪了，本官会找大夫治好你的腿伤。谢大人，谢大人。不错，按照这个趋势下去，本尊很快就要自由了。这个破天道，下界的破规矩，限制了太多东西。以本尊的性子，直接干掉老皇帝和那几个皇子，直接将萧颖绑上龙椅就完事儿了。一天天的闹腾。龙椅换并肩王座，这个提议不错呀。李二狗则左盼右顾，没有找到说话的人。他想要开口，却如何都说不出口。一定是我病得不轻，开始出现幻觉了。
这样的事情不能说，以免主家觉得我有病，就不要我当马夫了。就在这时，大牢外传来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苏大人，看来镇魔司今天有点忙啊，其他人应该都去宁远侯府那边了吧？怎么只有你们2个？苏大人，京中镇魔司的所有人都去了宁远侯府。出什么事了？苏大人与宁远侯府有姻亲关系，可以告知。回苏大人，宁远侯府满门上下130余口，尽数被屠。什么？大妹死了？大小姐就这么死了？看啥？大小姐又没死，有白白的替身木偶护着，死不了。大妹没死？你确定宁远侯府无一人生还？苏大人，你应该知道我们镇魔司的规矩，关于案件具体情况，我们无可奉告。莫影，你先护送李二狗回国公府，找最好的大夫为他医治腿伤，安顿好他。是，主子。你跟我去一趟宁远侯府。倒霉世子看着文质彬彬的，手劲儿还真不小。宁远侯府，南辰兄，令妹无碍，只是受了些惊吓，我已命人送她回国公府了。知道了，这里到底出何事了？这事儿啊，说白了，就是那薛老钱婆咽不下那口恶气，趁本尊不在，借刀杀人，借三皇子的手除掉苏宁烟。不知因开宗子那日，三皇子早就记恨上老钱婆，因2人关系复杂不好动手，哪知老钱婆自己送了一把刀给三皇子，三皇子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把老钱婆这颗没用的棋子给废了，一石二鸟，玩得挺溜。哎呀，是薛老夫人，她临终前点名要见陆姑娘。见我？知道了。老钱婆发现自己变成了怪物，脸上表情肯定很精彩，想看。难道是因为薛老夫人才引来镇魔司的？3人前往了薛老夫人的院子。苏世子，这里是案发现场，不是闲杂人等可以进来的。听说假祭皇子案也是诡异作祟，本副指挥使怎么就那么不信呢？不会是皇上让你们大理寺10日内破案，找不到凶手，就推到我们镇魔司身上，好躲避皇上的问责吧？哼，你们大理寺还真是一群废物啊！周副指挥使说笑了，大理寺办案向来讲究证据确凿，从不冤枉一个好人。就比如之前周家的贩卖人口案，此案涉及诡异，本就归属镇魔司管辖，何来推诿一说呀？莫非周副指挥使认为镇魔司连区区一具行尸都处理不了，需要我大理寺越俎代庖？苏南辰，当年周家的案子我还在查，等我掌握苏南辰收受贿赂造成冤案的证据，我绝不会放过他的。周倔驴还在查呀，都这么多年了，毅力可嘉。倒霉世子嘴皮子还挺利索，是知道怎么扎人心窝子才疼。哎，周大人，南辰兄，眼下案情为重，案情为重啊！薛老夫人点名要见陆姑娘，我们还是别耽搁了。哼，不愧是国公府世子，身边的丫鬟都长得这么漂亮，这做派越看越像收受贿赂的贪财好色之徒啊！小心些，去吧。是。陆真真乖巧地应了一声，进了房间。老夫人，你们都出去，老身有话要单独跟他说。周副使，薛老夫人这样的情况，让一个小丫头单独留下，不合适吧？对呀，太危险了，那可是诡异呀！放屁！老身如今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就是拜他所赐，他会有什么危险？你们想要知道这案件背后的事情，
就必须让老身单独跟他说话，否则老身半个字都不会透露。薛老夫人哼哧哼哧地盯着陆真真，这妖女居然装柔弱，等一会儿定要撕了她的真面目。各位大人，老夫人想必是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奴婢，主子不必担忧，奴婢不会有事的。本尊会有什么危险？你们在这里完全限制本尊的发挥。都退下，守在门外。是，大人。屋内只剩下坐在床上的薛老夫人和慢慢走向她的陆真真两人。老身变成这样，是不是你这个妖女搞的鬼？妖女到底对老身做了什么？为什么老身感觉不到疼痛？她疯狂地扭动着，却发现自己的手脚根本不听使唤。也没做什么，只是将你练成了一具傀儡罢了。你不是见过吗？身为傀儡的你，本尊想让你做什么，你就会做什么。多听话的狗呀！什么？傀儡术只能控制尸体行动，为了让别人不起疑，我特地用了拘魂术，将你的魂魄牢牢锁在你的身体里，让你清清楚楚地感受着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一个任人摆布的怪物。只有这样，你与三皇子密谋时才能骗得过三皇子的眼睛，把你当成一个人，不是吗？况且你死了，第一个被怀疑的人就是大小姐，老皇帝定然拿这个当借口降罪国公府，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你还不知道吧？侯府上下全死了，包括你的亲孙子薛念华，是三皇子下的手，他与冯嬷嬷闹得满京城皆知的丑事，这笔账是算在你头上的，他恨你。不，绝不可能，念华不会死，三皇子也不会对老身下狠手的。你胡说！老身隐姓埋名这么多年，帮他暗中筹谋，他怎么能这么对老身？为什么不能杀你？就凭你是他小姨，你也太过天真了吧？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当然是看出来的。虽然算命不是自己的强项，但浮于表面的命理，他还不至于看错。如果呱呱在就好了，算命吃瓜，手拿把掐。既然你看出侯府有这一劫，为何不阻止？念华也就不用死了，你为何不救？三皇子是铁了心要杀你，灭侯府满门，他们命中有此劫难，就算这次我救了，之后他们也会以各种意外而横死。也就是说，你和你大孙子薛念华今日不死，他日也得死。本尊修仙不沾染世俗因果，更何况天道爸爸不准啊。死了的好，死了好，大家都死了，那贱人也别想活。哼，让你失望了。我家大小姐和彻少爷命不该绝，现在活得好好的。对了，以后宁远侯府的爵位就是我们彻少爷的了。你这贱人，妖女，毒妇！这就生气了？侯府老夫人的气量可真小。不好，出事了！冲了进去。主子，老夫人说她想杀大小姐，找三皇子借人，没想到三皇子反水，屠了侯府满门，所以她心生怨恨，就变成了诡异。她要你们放了她，她要去找三皇子复仇。主子，奴婢也不知道老夫人为什么要跟奴婢说这些，奴婢好怕。这件事的幕后黑手是三皇子？休得听这个妖女胡说！这件事不是三皇子做的，是他害得侯府满门被屠，是他将老身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他早就知道侯府有此一劫，
却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老身的孙子年华惨死，都是他。说不定这事儿是苏南辰搞的鬼，三皇子只是个替罪羊。这怎么可能？陆姑娘她只是个小丫鬟。这件事定然和她一个小丫鬟无关。周副使，你不会再怀疑是我们国公府吧？谁知道是不是啊？怎么没有关系？怎么不可能？老夫人，你刚才明明说了这件事的幕后黑手是三皇子，怎么能如此诬陷奴婢？奴婢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丫鬟，你如此诬陷奴婢，不就是想拉大小姐国公府下水吗？人在做，天在看，老夫人如此信口雌黄诬陷人，是要遭报应的。这老钱婆明明憎恨是三皇子灭她满门之仇，但惦记着那一点点亲情血脉，要想保她，拖苏家下水，瞧给她能的！狗咬狗的戏码可是本尊精心安排的，戏台子都搭好了，岂能就这么无聊的散场了？陆真真不露痕迹地打了一个响指，在薛老夫人体内控制她魂魄的符箓逐渐演变成另外一种符箓。是，近日侯府灭门案，幕后黑手就是三皇子。你们不是想知道真相吗？好，老身今天就全都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三皇子干的。哎呀，这案子要真是牵扯到了当朝皇子，还真是不好办呢。他以为杀了所有人，就没有人知道他的丑事了。他做梦，老身就是化作厉鬼，也要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竹筒倒豆子般全都说了出来，从他如何奉家族之命隐瞒身份嫁入侯府，暗中为三皇子母子筹谋，给老侯爷长期下毒让他病逝，让李婉秋勾引自己的儿子让他拥护三皇子，假死骗取苏宁烟的嫁妆，再到他借用三皇子的势力暗杀苏宁烟等等，事无巨细说得清清楚楚。三皇子被自己小姨子卖了个底朝天，这瓜可真香。这可是牵扯到皇子谋逆屠戮功臣的大案，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周副使，口供都录下来了，这件事已经涉及皇子，我们大理寺恐怕事关重大，押送薛氏，劳烦两位大人也一同随本副使进宫面圣吧。是。御书房内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周清风，下官在。诡异的话能仙？不是都说诡异是毫无情感的吃人怪物吗？陛下，老身变成这样，都因心中有怨。老身一生为三皇子筹谋，为刘家铺路，到头来却落得个侯府满门被屠的下场。陛下大可派人去三皇子府搜一搜，他的暗室里可放着一件龙袍，还是老身一针一线做的。不仅如此，他在京城周边养了不少私兵，就算皇上身边也有不少他的眼线，想必他已经收到了风声，准备逃了吧。来人，给朕去传那个逆子进宫，立刻马上。奴才遵旨。三皇子府，三皇子萧胜在书房的书信放着铜盆里烧着。所有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毁了这些罪证，没人能拿我怎么样。殿下，你不能进宫啊！以皇上多疑的性子，殿下今后再做出任何功绩，都和那个位置无缘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走为上策啊！立刻把府里所有值钱的细软、金银票据全都收好，通知所有人准备从密道撤离。是，殿下。
三皇子府的人撤离片刻之后，传旨的李总管带着一队禁军气势汹汹地赶到。奉陛下口谕，传三皇子萧胜即刻进宫觐见。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座人去楼空的府邸。糟了，三皇子跑了。他不敢有丝毫耽搁，连滚爬带的赶回皇宫复命。你说什么？那个逆子，他竟然畏罪潜逃了！废物，都是一群废物！陛下息怒。息怒？朕如何息怒？朕的儿子屠戮功臣，谋害亲姨，觊觎朕这个位置，如今还畏罪潜逃，让朕的脸，皇家的脸都被他给丢尽了。传朕旨意，三皇子萧胜德行败坏，心肠歹毒，罔顾人伦，即日起废其皇子之位，贬为庶民，着令京兆府、大理寺全城搜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留下诛九族。臣遵旨。跑了？他竟然跑了！萧胜，我要杀了你！不好，他已经彻底变成诡异了。快来人，护驾！保护陛下！林轩、苏南辰和周清风三人几乎同时拔出武器，护在景泰帝身前。孽障，安敢在陛下面前行凶！这老千婆的身体是被本尊炼制过的，战斗力比一般的诡异要强。好戏就要开场了，怎么能让她死在这里？去吧，找到你的好侄儿，把你们的恩怨做个了断。萧胜猛地转身，化作一道黑风，朝着皇宫外的一个方向疾驰而去。这里的戏看完了，该换个地方了。这出戏就快要到高潮了。京城一处僻静的宅院，这里是萧胜最隐秘的藏身之所。殿下，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京城四门已经戒严，镇魔司、京兆府以及大理寺的人像疯狗一样在搜查。父皇当真下旨废了本皇子的皇子之位？是，陛下旨意已传遍京城。诛刘家九族？是，我们的人手折损了30%，都未能将淑妃营救出来，被禁卫军一箭刺中心脏，死了。好一个父皇，好一个景泰帝，不顾母妃与他恩爱多年的情谊，不顾父子之情，就这样轻易地将本皇子贬为庶民，还诛了刘家九族，真是果决，真是无情。本皇子这些年为大周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我为他分了多少忧，他竟全然不念。殿下息怒，殿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今西山大营的陈将军是我们的人，他手握20万兵马，只要我们能赶去与他会合，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你说的对，他既然不仁，就休怪我不义。传令下去，让所有人做好准备，3天后离开京城，前往西山。是。侍卫长领命，身影一闪，便消失在夜色之中。我还有机会，只要到了西山，手握兵权，这天下未必就不能换个主人。然而他没有注意到，窗外的夜色似乎比方才更加浓重了，一股阴冷腥臭的气息不知从何处弥漫开来，仿佛有什么不祥之物正在悄然接近。院中几名负责萧胜安全的侍卫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怎么回事啊？这天怎么突然变这么冷啊？是啊，还有这股味道，像是烂了几十天的死老鼠，真他娘恶心呐！小心些，情况有点不对啊，戒备。什么人？黑影忽地袭来，一名侍卫的脖子被人扯掉一大块肉，血液迸出。敌袭！萧胜！萧胜在屋内听见动静，
不由得皱紧眉头。这个地方连心腹都不知道，父皇的人怎么会这么快就找到这里？小姨，小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侯府满门，为何要杀我的孙儿？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弄死这个怪物！堂堂大男人，这就吓得屁滚尿流了，想要造反的狠劲儿呢，真怂！一股无形的巨力爆发开来，将围攻他的人尽数震飞出去，重重地撞在墙上。不要过来！死亡的阴影瞬间将他笼罩，利爪穿透血肉的声音清晰地响起，萧胜的惨叫声戛然而止。三皇子死了，这老钱婆也该上路了，留着也是个祸害。喂，老太婆，你的大仇已经报了，也该尘归尘，土归土了。再留下来，可是要被镇魔司那帮人挫骨扬灰的哟。看来已经完全变异，没法沟通了。那就送你一程吧。一把长剑向前一掷，力道极大，长剑穿过薛老夫人的胸腔，带废了她的身体，直直地钉在墙壁上。薛老夫人痛苦地扭曲着身体，体内的怨气如同被戳破的气球，飞速地消散。陆真真打了个响指，整个院落开始燃烧起来。这火应该能引镇魔司和金兆仪的注意了。现在解决了三皇子，下一个看看剩下的7位皇子，是谁会来撞枪口？头儿，快看那边，是城南的方向，走，快过去看一看。火势蔓延得极快，当周清风带着人赶到时，整座宅院已经化作了一片火海，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几乎无法呼吸。看来那诡异来了这儿了。搜，若是让那东西在京城里肆虐，后果不堪设想。正屋的墙壁上，一具诡异的尸体被一把长剑死死地钉在那里，正是异变后的薛老夫人。而在她的脚下不远处躺着另一具男尸。不管是谁杀了诡异，结果是好的。将三皇子的尸体带上，立刻回宫。至于这具诡异的尸体，传令下去，封锁现场，让人再添把火，把这儿烧个干净。是。火光很快映照着周清风坚毅的侧脸。并肩王府，你怎么来了？陆姑娘，老奴还以为你要明天晚上才来呢。这可是能救自家王爷的贵人。只是提前一些时日，对王爷身体并无大碍，也不知道老皇帝要想什么烂招来对付苏家，还是让并肩王赶紧好起来，这样那狗皇帝的注意力就不会老是放在苏家。有了并肩王这个挡箭牌，苏家的日子应该好过一些吧。好，如此甚好。早一些时日，王爷就少受一些苦。还请王爷脱衣。小青，准备出世。姐姐，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可能会很疼，你忍着点儿。一声轻响，像是撕裂了一块坚韧的皮革，匕首划破腰卵的表皮，腥臭的黑色汁液瞬间喷溅而出，从那被割破的卵中缓缓爬出一条小青蛇。姐姐，贴贴。与此同时，那被割开的卵像是失去了所有生命力一般，迅速枯萎干瘪，最后化作一小撮黑色的粉末，从萧莹的背上脱落，掉在地上。陆姑娘，王爷是不是已经好了？魔气去除了大半，但并未根除，还需2次治疗。陆姑娘有仙人手段，以后姑娘让老奴干什么，老奴就干什么。本尊要你借凡人做什么？王爷，您感觉怎么样？身体可有什么不适？多谢，不知
那位出万金让姑娘救本王的人，何时与本王见面？说好的看一次病100两呢。陆姑娘，这是你这次的诊金。王爷耐心等候，不出7日，你们必会见面的。这几日，王爷就好好休息。与此同时，皇城深处，御书房。陛下，下官赶到时，三皇子已死在城西一处宅院之中，杀他之人是薛老夫人。至于薛老夫人，不知是被何所杀，死于利剑穿心，一击毙命。废物，连一个诡异都对付不了，还妄想染指朕的江山，死不足惜。拖下去，烧了。是。帝王无情，静止如斯。1日清晨，天光微亮。嫣儿，我的儿啊！姐姐，侯府昨日之事，你没事吧？母亲，小妹，我没事。他缓缓抬起头，将昨夜那场血腥的噩梦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若不是陆真真留下的木偶护着，女儿恐怕再也见不到母亲了。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丫头的身份恐怕不简单。今后对她尊重一些，不要将她当成下人了。有这样本事的人绝非池中物，迟早会一遇风雨变化龙的。母亲，小妹，她不光救了我，还救过大哥的命，所以我想让母亲认陆真真为义女，让她做我们苏家的女儿。应当的，应当的。这孩子是个有大本事的，也是个心善的，能听到他的心声便是最大的缘分。认作义女是我们苏家高攀了。没错，大姐说的对，再怎么对她好，她的身份都是一个丫鬟。若是她成了我姐，给她再多的金银珠宝都顺理成章，不用顾及其他下人眼红会孤立她。正说着，陆真真一袭紫衣，身姿清冷地从外面走了进来。都看着本尊干啥？难道本尊眼睛里有眼屎？姐姐才没有眼屎，姐姐有着微微驼驼的眉眼，皆佳丽美艳之貌。哎呀，瞎说什么实话？会说就多说点儿。姐姐最美，贴贴。苏家母女3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刚才他们似乎听见一个陌生的奶乎乎的小女娃音，这声音还能跟陆真真在心里对话。陆真真，你是个好孩子，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的嫣儿。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真真呐，你可愿做我的义女，成为国公府第2小姐？什么玩意儿？陆真真没想到秦氏会有这样的决定，有点没反应过来。真真姐，你就答应吧，你以后就是我的亲姐姐。哼，我以后就是你的小跟班，谁欺负你我就揍谁。陆妹妹，你就同意吧，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抱歉，本尊救他们不过是想改变他们的炮灰命运，从而斩断与苏家之间的因果，成了苏家义女，岂不是与苏家的因果绑定更深了？本尊才不要。能斩断与苏家的因果，本尊可是要离开下界的，没人可以让本尊留下。苏家母女3人没想到陆真真拒绝得如此干脆，没想到她心里如此嫌弃国公府，更是一心离开苏家。姐姐知道你是不好意思，这是姐姐给你的见面礼，我们是真心让你当国公府小姐的。苏凝烟塞进陆真真手里的同时，将盒子打开，里面放了不少金瓜子和金叶子，满满一盒，全是大小不一，闪烁着令人心醉的光芒。这么多金子，这么多好吃的，团团姐姐肯定很开心。真姐，这是妹妹给你的，收了妹妹的见面礼，可就不能赖账了哦。好好好，收了就是我们国公府的小姐了。真真呐，等你大哥回来，母亲也会送你一份礼的。还
还有见面礼呀，嘿嘿，是不是倒霉世子还要送一份？好像当国公府小姐似乎也不赖，至少见面礼比贴身丫鬟赚的赏钱多太多了。盛情难却，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了。三人见陆真真同意，脸上的笑容都没停下来过。晚膳时分，镇国公府的膳厅内灯火通明。今日叫你们回来，是有一件大喜事要宣布。从今日起，真真便是我秦氏的义女，是咱们镇国公府的第二小姐。你们要好生的待她，不可有半分的怠慢。秦氏真是糊涂了，苏宁烟也跟着犯蠢。一个来路不明、粗鄙不堪的乡野丫头，竟也配做国公府的小姐？平白无故多出一个人来分家产，真是晦气。不过是个无根浮萍，有点姿色罢了。待寻个由头，将她远远嫁出去，断了她想攀附国公府的念想，免得坏了本皇子的大事。二哥什么都没准备，这块暖玉便赠与妹妹做个见面礼吧，望二妹莫要嫌弃。六皇子觉得本尊出现碍了他眼，想找个官夫将本尊嫁出去，也不瞧瞧自己几斤几两，解决了三皇子，本尊还正朝下一个目标试试。这老六倒是个不错的人选，多谢二哥。大哥，你给姐姐的见面礼呢？倒霉世子，现在应该是倒霉大哥，不知道会给本尊什么见面礼。既是二妹，见面礼不可少。这里是500两，你且拿着，若有短缺，再与大哥说。多谢大哥。这苏家是有什么毛病？给一个乡野丫头这么多钱，也不怕养了个白眼狼？好孩子，母亲给你的见面礼都放在你的房间里了，除了金银首饰，还有几匹上好的云锦。你让针线房的丫头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裳，以后啊，你就是咱们府里的千金小姐了，万不可再穿得这么素净了。谢过母亲。晚膳过后，母亲，儿子还有些事要马上去处理，先失陪了。去吧，莫要太劳累了。走得那么快干啥？不就是知道三皇子死了，赶紧去皇上面前表忠心吗？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你们这些儿子，顺便找人谋划怎么把本尊嫁给官夫吗？本尊不介意让你们步三皇子的后尘。母亲，有件事我要与您和妹妹们说一声。南渊不是母亲的孩子，而且我已经找到了二弟。什么？找到了？陈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倒霉大哥什么时候知道苏南渊不是苏家的种？不是苏家抄家流放时真相才暴露出来吗？难道是因为本尊的缘故，命运线都开始偏移了？怎么可能？南渊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孩子？他果真不是我二哥。哼，都说我跟二哥是双生子，他跟我一点都不像。孩儿虽有怀疑，但南渊自幼跟着母亲身边，以为是自己多虑了。当看过李二狗与小妹7、8分相似的脸，让莫影去调查之后，才发现弟弟从小就被人调了包。怎么会这样？那孩子在哪里？母亲，您别激动，我找到他了，他现在就在我们府里。在府里？在哪？快带我去见他。母亲，苏南渊还在府中，事情太过于复杂，我将他安排在了马厩，暂且做个养马的杂役。你们平日里多注意些，莫要让下人起了疑心，更不要随意去打扰他，以免打草惊蛇。马厩也好，我会让方嬷嬷暗中照料的。倒霉大哥安排的不错呀，人家眼皮子底下才不会被欺负。府中只是多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马夫，六皇子等人也不会太过在意，如此安排甚好。只是马厩里的蒋老头可是二皇子的眼线，
要不然晚上趁他睡着了，给他塞颗脸上会长出巴掌大胎记的丹药，这样就能完全遮住他的脸了。晨儿，为娘想去看看他，就远远的看他一眼，看一眼就好。夜色如墨，几点寒星点缀着深蓝色的天幕。马厩的灯笼下，一个身形瘦削的少年正费力地拖着一捆干草。儿啊，那就是我怀胎10月视为珍宝的儿子，他本应该锦衣玉食，在学堂里面读书习武，享受着国公府公子的尊荣。可是现在他却穿着下人的破旧衣衫，跛着一条腿，在这个又脏又臭的马厩里面干着最粗鄙的活。这些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呀？之前还在大牢时没发现，二公子还被人换了命格，比倒霉大哥还要倒霉。姐姐，这个人比我之前见到的都要倒霉哎！要是锦鲤姐姐在就好了。陆真真想起自己契约的小锦鲤，人身上的厄运是她的最爱。我们回去吧。小青，知道了，姐姐。小青蛇快速地从她头顶滑到地上，兴奋地吐了吐信子。她躲藏在草丛里，快速地从窗户爬进马厩旁那间简陋的杂役房。她顺着桌角攀爬上去，对着茶壶口一张开嘴，一颗散发着淡淡异香的丹药滚落进去。丹药无声无息地掉进了茶壶里，瞬间融化。做完这一切，小青蛇尾巴一甩，又悄无声息着原路离开了房间。翌日天光大亮。大小姐，陈导醒了，烧退了。小姐，你醒了就好，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就是浑身没力气，脑子也昏昏沉沉的。这时陆真真换下丫鬟的服饰走了进来。张嘴。丹药入口即化。睡一觉，明天就好了。小桃桃只是惊吓过度，魂魄不稳，睡一觉明天就活蹦乱跳了。这可是好东西，虽然比洗血丹的药效差很多，对于凡人来说已经足够了。身体倍儿棒，力气变得力大无比。大姐二姐，你们快看，这是聚宝阁刚送来的请帖，说今日下午有一场拍卖会，有不少从上界来的奇珍异宝呢，我们去看看吧，正好给珍珍添一些好东西，总不能让别人小瞧了我们国公府的二小姐。拍卖会，说不定能淘到什么炼器的好材料，正好这个小可怜二哥炼制2个护身法器，免得一不留神摔到山崖下就死了。好，我们去瞧瞧。府门口，马车被一个穿着干净的杂役服的少年牵着走了过来。大热天的围着一块黑色面巾，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大小姐，马车已经准备好了。你脸怎么了？回大小姐，她面容丑陋，所以老奴让她遮掩起来，以免冲撞贵人。苏宁烟想到昨日听见陆真真的心声，难道已经悄无声息让二弟服用了丹药？国公府从不以貌取人，你摘下面巾，让本小姐看看。大小姐让你摘，你就摘。我们做下人的莫要忤逆主家。李二狗深呼吸一口气，将脸上的面巾扯下，紧紧闭上眼。昨日刚进国公府，才过上不饿肚子的好日子，若是被大小姐嫌弃这张脸，恐怕又要回去讨饭了。这效果杠杠的，这么大块红斑，就不会被人怀疑身份，也不妨碍苏家人亲近，两全其美。本尊果真鼻血聪明。姐姐果真是天道爸爸的亲女儿，不然怎么会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姐姐是全天下最漂亮、最聪明的人。小青蛇在陆真真的发髻里疯狂摇着尾巴，见缝插针地拍着彩虹屁。糟糕，
诡异的女音不但又出现了，还多了一个小女娃的声音。得抓紧赚点钱去看看病，好不容易清醒过来，可不想再变成疯子了。苏宁烟瞧见李二狗的样子，就知道他也能听见真真的心声，得找机会跟他相认才行，否则无意中泄露真真的心声，那就大事不妙了。不过真真说的对，如今没人看出他的真面目，的确是与他亲近的好时机，为以后相认之事做铺垫。今日出门就由你来驾车吧。哎呀，大小姐，万万不可呀！这李二狗是新来的，手脚笨拙，而且他这副模样，若是惊扰了贵人，岂不是丢了我们国公府的脸面？嘿，这老东西急了，急了！他使用了不少手段，坐上了国公府马正这个官职，时常苛责下面的马夫，很多人受不了就辞工了。几乎府内有人用马车，都是他驾马车的。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国公府的人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若是日后都不能跟着，还怎么给他的主子报信？一个半截身子都快入土的人，心眼还挺多。蒋马正，你在府中多少年了？回大小姐，老奴在府里已经伺候了10年了。10年了。蒋马正，国公府没有苛待下人的习惯，你年纪大了，也该好好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了。你去告诉王管家一声，让他去账房支取500两银子给蒋马正，算是国公府对他这10年的酬谢。告诉府里人，从今日起，他便不再是国公府的人。大小姐，老奴做错了什么呀？您为何要辞退老奴？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涕泪横流，企图博取同情。本小姐只是觉得你太老了，长得太丑，容易冲撞贵人，赶紧拿了养老钱就走。你若再纠缠不休，休怪本小姐打断你4肢，让你全家赚不到1分钱，只能去讨饭。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轿凳放下，让小姐们上马车。马车平稳地驶离了国公府，朝着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行去。马车稳稳当当地停在了目的地聚宝阁的门前。拿着。大小姐，这使不得呀，小的只是做了分内之事。让你拿着就拿着，我们进去需要一些时辰，你到对面的茶馆里寻个位置坐下，喝喝茶，吃些点心，别在太阳底下晒着。谢谢大小姐。这孩子也太容易感动了。唉，罢了，谁让他是我名义上的二哥呢？以后多疼着点就是了。什么二哥？我这是又犯病了，还病得不轻，都开始幻想自己是国公府少爷了。他没有去对面茶馆，只在马车上安安静静地等待着。镇国公府的人都是顶好的人，我一定要好好干活，报答这份恩情。这钱就留着去看大夫。原来是苏夫人跟苏二小姐啊，快请进，雅间已经准备好了，就在2楼D字号。上界的奇珍异宝，希望能有点好东西，别让本尊白跑一趟。一声清脆的铜锣声响彻整个聚宝阁。诸位贵客，欢迎来到聚宝阁3月1度的珍品拍卖会。老规矩，闲话少叙，上第1件拍品。此乃前朝宫廷御用之物，凤凰碧玉簪，起拍价300两白银。350两，400两。姐姐，这簪子可漂亮，买来送给二姐吧。珍珍，你可喜欢？若是喜欢，姐姐便拍下来送你。就这破玩意儿，灵气驳杂，玉质粗劣，上面雕的哪是凤凰，分明就是一只营养不良的野鸡。
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凡人，为了一颗破石头争得头破血流，真是人傻钱多。第一件拍品很快以800两的高价成交，紧接着古董字画、奇珍珠宝接连登场，每一件都引得楼下众人疯狂竞价。苏宁烟每次都耐心地询问陆真真的意见，得到的却是一连串的内心吐槽。前朝大儒的孤本，字写的跟狗爬一样，还没我3岁时画的符好看。东海夜明珠，哼，不过是蕴含了一丝水灵气的普通珠子，给我家小青当弹珠玩，他都嫌硌牙。西域千年雪莲，年份虚报了900年不止，药性流失，拿来熬桃水都嫌味道淡。不是说有上界珍品吗？这都是些什么鬼玩意儿？拍卖会逐渐进入尾声，气氛也推向了高潮。接下来便是我们今日的压轴之宝，此物来自上界，乃是本店机缘巧合之下于东海深渊所得。还真有上界珍品啊，本尊得好好瞧瞧。那是一只通体漆黑如墨的小乌龟，它静静地趴在那里。搞什么？压轴的就是一只黑乌龟？聚宝阁这是在耍我们吗？诸位稍安勿躁，此龟非凡龟，乃是上界中极为少见的玄冥灵龟。据古籍记载，食其血肉可百病不生，延年益寿。若能得其龟甲炼化，更可长生不老。长生不老，这4个字如同一道9天惊雷，狠狠劈在每个人的心头。姐姐，是玄龟哥哥，他好像受伤了，在沉睡。上界落到下界会被天道爸爸强行限制很多，小龟龟定然是沉睡修复身体。姐姐，苏家人能帮我们买下玄龟哥哥吗？有点难办，堂堂国公世子1万斤都要卖产业才能筹齐，国公府应该没多少钱。那咋办？没事儿，你忘记你家姐姐最爱的就是黑吃黑。对哦，小青怎么忘了？姐姐就是靠黑吃黑发家致富的。真真想要吗？想要。姐姐，我想要那只乌龟。真真放心，只要是你想要的，姐姐倾尽所有也会为你取来。上界神物玄冥灵龟，起拍价10万两白银，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万两。10万两白银的底价。然而短暂的寂静之后，是更加疯狂的浪潮。为了延年益寿，为了长生不老，钱算什么？15万两。我出30万两。70万两，都别跟老夫抢。200万两。200万两，弟子1号的贵客出价200万两，还有没有更高的？200万两第一次，200万两第2次，200万两第3次，500万两。500万两，直接翻了1倍。这已经不是竞价了，这是赤裸裸的挑衅与碾压。隔壁是什么人啊？敢这么嚣张？哟呵，还真有人敢抢本尊的东西。姐姐，一会黑吃黑的时候，小青可以咬上一口吗？姐姐放心，小青咬完之后会漱口的，绝对不会沾上狗毛。大姐，乌龟就让给他吧。550万两。哼，竟然还有人跟小爷比钱多，有趣。1000万两。姐姐，他欺人太甚，看走眼了，没想到还是个大户。大姐，没必要加价了。抱歉，没给你买到心仪的东西。没关系，苏家再有钱也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可恶！姐姐，一会儿要狠狠地抽他的屁股，敢这么欺负我们！春芽，
你去打听一下，隔壁天字1号雅间里的客人是何身份？是，小姐。不多时，春芽去而复返，回大小姐，隔壁是7皇子和8皇子殿下，还有平阳郡主。春芽的声音不大，让苏宁烟原本沉静如水的眸子骤然掀起惊涛骇浪。果真是冲着他们来的，以为就用这样的上不得台面的小事就能羞辱他们镇国公府了吗？就这手段，有点小失望啊。萧泽，原来是老七。自从上次那件事，小青梅李雅芝就跟他疏远了。他把这笔账算在小妹身上。刚才的拍卖，他是故意为之的吧？我要去问问他，当初把我当猴耍，现在又羞辱我们国公府，是不是很有意思？不许去！姐，你放开我！我就算死了，今天非让众人知道萧泽的伪善。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现在出去，是想让全京城的人都看我们镇国公府的笑话吗？大姐、二姐，我只是不甘心，难道就因为他是皇子，我们就要忍气吞声，任由他们欺负？现在国公府处于劣势，自然得忍。大不了本尊黑吃黑的时候，帮你多打2拳，给你出气。走吧，在等爹爹从边关回来之前，维持现状就行了。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今晚就去7皇子府里溜达一圈。3人推开雅间的门，沿着雕花的回廊正准备向楼下走去。然而冤家路窄，天字号房间的门同时打开，与里面的人狭路相逢。原来弟子房的人是国公府苏小姐呀。苏儿小姐，是不是听说泽表哥在聚宝阁，就眼巴巴地跑来了？都说了我表哥不喜欢你了，跟你两情相悦的是那个假7皇子，事情都说开了，还这么厚脸皮追男人，真是让本郡主大开眼界呀。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胡说？也不知道是谁当初为了见我表哥一面，在雪地里等了1夜，为了让泽表哥多看你一眼，高价买诗，想在文诗会出风头，没想到买的诗是卖家偷的。还有一些事啊，我都难以启齿说了。放眼整个京城，谁不知道你苏宁熙就是泽表哥看不上的一条狗啊？如今又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装贞洁烈女？这平阳郡主的嘴有点毒啊！这些都是7皇子暗中安排的，就是要毁掉苏宁熙的名声，怕其他皇子求娶，得到镇国公府的支持而得到太子之位。这7皇子对苏宁熙的感情真复杂，自己不喜欢又不想让给别人，所以宁愿毁掉。几个皇子中就属7皇子最恶心，想踩着女人上位。话说萧泽不是被老皇帝禁足半年吗？这才多久啊，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出来了？看来请太帝的话也是个屁。你给我闭嘴！一声清脆的耳光响彻整个楼梯口。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长生妇！放肆！苏宁熙，你竟敢殴打皇室！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抬手便是一掌，带着凌厉的掌风朝着苏宁熙的脸颊打来。这力道，萧泽显然是要下死手。姐姐，打女人的男人都是渣渣，让小青去咬死他们。想打本尊的人，问过本尊了吗？他惊恐地发现自己挥出去的手臂竟在半空中诡异地停滞了一瞬，一股无形的力量像铁钳般攫住了他的手腕，强行扭转了方向，向前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一声清脆至极的耳光，比方才苏宁熙打的那下更狠更响。表哥，你不是本皇子，是手，他不听使唤。嘿嘿，这下平阳郡主的脸就对称了，比刚才尖酸刻薄的样子好看多了。瞧，现在多有福气。泽表哥，
你居然为了苏宁西这个贱人打我，还说手不听使唤，结果也不知道找靠谱一点的，你就是偏袒他。他那么爱泽表哥，他怎么能当着这个小贱人的面打自己？怎么能这样对他？又是一声，这次被扇耳光的不是平阳郡主，而是七皇子萧泽。我的手怎么了？表哥，不是我，是我的手。嘿嘿，小青，互扇耳光的戏码如何？好看好看。小青蛇这个捧哏还是很专业的，他为什么喜欢待在姐姐的发髻里？就因为这个吃瓜最佳位置，高清无码。救命！表哥，快救救我们！老八，快将我们分开！还等什么？赶紧把两人分开，还嫌不够丢人吗？陆真真见状也觉得玩够了，便悄然收回了法术。老八，拿下他们！本皇子怀疑他们使用法术。大昭国公布的律法明确说过，宗门修仙之人不得对凡人使用法术，一旦发现，拘镇摩斯服役。对，刚刚我的手完全不受控制，一定是他们搞的鬼。够了，够了！苏家世代忠君报国，苏国公更是大昭国的镇国师，你们怎能如此羞辱苏家人？更何况还是一介女子。修仙若真那么好修炼，为何三宗一门人数那么少？若真能成为三宗一门的弟子，那是何等的荣耀！为何国公府没有昭告天下？蠢就不要说话，尽丢我们皇室萧家的脸面。表哥，你怎么能帮外人？如此说我和泽表哥，我们才是你的亲人。都怪母妃心软，当年就毒死他。这不是你们自找的吗？哭什么？先撩者贱，打死无怨。这八皇子想跟我们国公府交好之后，然后再在背地里捅刀子。如果是，这招数也太过阴险了。我是绝对不会给八皇子接近国公府的机会的。八殿下，这是您拍下的物品。玄冥灵龟，就当赔礼送你了。真的？啊。姐姐，这人还怪好呢，出了这么多的钱，还将玄龟哥哥给了我们。奇怪了，本尊竟然看不清八皇子的面相，不知为何，本尊觉得此人身上有种莫名的熟悉感觉。姐姐，小青觉得他身上的味道好熟悉，只是气味只有那么一丢丢，若隐若现的，不太清楚。总的来说，他对姐姐没有恶意，是个好人。萧痕，你什么意思？这可是1000万两银子呀！你就这样随意送人了？送的还是国公府？你是身体病了，不是脑子病了？1000万两很多吗？难道七哥没钱？好，本皇子不跟你说钱的事儿。这玄冥灵龟可是难得一见的大补圣药，是祥瑞之兆，你就算不献给父皇，也不该送给一个外人。难道老八想获得国公府好感，从而得到帮助，坐上太子之位？不行，我绝对不能让萧恒与苏家交好，甚至联姻的。本殿下的钱，拍下的东西，想送给谁便送给谁，别说是送人，就是拿去喂狗，又与你们何干？若七皇兄这么在意玄冥灵龟，想要送给父皇，你大可向这位姑娘购买，只要这位姑娘愿意卖你就行。他有这么多钱，还会让老八将玄冥灵龟买下？就是没那么多钱，所以才偷偷出府蹭老八的光。若老八将玄冥灵龟献给父皇，只要父皇一高兴，他就解了禁足了。没想到这个老八眼皮子这么浅，宁愿不要太子之位，也要抱得美人龟，直接当礼物给送出去了。最让他无语的是，老八看上的不是苏家姐妹，而是昨天才认下的乡野村姑。什么眼光？如果七哥没诚意给父皇买下玄冥灵龟，就不要逼逼叨叨，本皇子跟你没那么熟。红表哥，就算你心仪这个乡野丫头，也不该这么说死表哥吧。
你也不过是觉得一时新鲜。别忘了你是皇子，婚姻大事是皇上皇后做主的。有些人以为这样就能攀上高枝变凤凰，真是做梦。苏家都是一群贱人。萧恒目光冰冷刺骨，不带一丝温度，仿佛在看两个跳梁小丑。过几日，本皇子再让人送100万两白银去国公府，你安心收着，本皇子先走一步。此言一出，满场皆惊。100万两玄龟说送就送，还要再送100万两白银当零花钱？这八皇子是疯了，还是情根深重了？随着他们的离开，其他围观的客人也一哄而散。珍珍，你与八皇子何时相识的？不认识。姐姐，那个男人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毕竟你长得那么美。住脑，男人只会影响本尊拔刀的速度。退。不过小钱钱还是挺香的。破天富贵终于轮到本尊了，发财了！姐姐，收了他的钱就会与他沾染因果了，怎么办？哦，姐姐就是给那个冰秧子治病，这样就没有因果了。苏夫人，两位小姐，出事了！你们府上的马夫跟春风楼里的梦蝶姑娘起了争执，赶紧下楼看看去吧。聚宝阁门口早已围了一大圈人，只见国公府老实巴交的马夫李二狗被几个小厮拳打脚踢，旁边一位站着衣着华贵，是一个极美的美人儿，这便是春风楼花魁梦蝶姑娘。你这不长眼的脏东西，竟敢冲撞我们家的姑娘！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想趁机占我们姑娘的便宜。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不是的，小的真不是故意的，是小的没站稳，不小心碰了。不小心？大路这么宽，你非要往我们姑娘身边凑？哼，谁知道你是什么龌龊心思？要么赔偿我们家小姐100两银子，要么就跟老奴去见官。小姐，小人就这么多钱了，求您高抬贵手。他抬手一挥，直接将李二狗手中的银子尽数打翻在地。他顾不上尊严，也顾不上旁人讥笑的目光，整个人立刻趴在地上，像一条狗一样慌乱地用手去扒拉那些沾满灰尘的铜板和碎银。这2两银子可是大小姐刚刚赏赐的。我们家姑娘一晚上都能赚不少，要不是看你只是一个马夫，怎么可能只让你赔100两？没想到国公府这么穷，就这点东西也敢拿出来脏姑娘的眼。愣着干什么？继续给我打！住手！儿，你怎么样？三小姐，小的没事。谁能告诉本夫人，到底发生了何事？这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对奴家动手动脚，意图不轨。若非是奴家的贴身婆子护得及时，后果不堪设想。他说的可是真的？不是的，大小姐，小的被冤枉了，小的只是路过，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这才不小心撞到了这位姑娘。小的绝对没有那种龌龊的心思啊。梦蝶姑娘，我家马夫说，他是被人推了一下才触碰到你的，并不是对你不轨。苏夫人，你是何意？你是说奴家为了区100两诬陷一个马夫？我们就事论事，是李二狗的错，本夫人自然给梦蝶姑娘赔偿。若不是，那就不是一个马夫的屈辱，而是整个镇国公府的脸面被一个小小青楼女子肆意欺辱践踏。那梦蝶姑娘和婆子的脸色瞬间就是一变。春阳，二小姐，奴婢在。去顺天府报官，就说这里有人当街殴打我国公府的人，还意图敲诈勒索，污蔑诽谤，打不过就玩阴的。萧子那个渣渣也就这点出息了，找回他那可怜的自尊心，
花钱雇个花魁来找国公府的麻烦，让苏家当众丢脸，真是又愚蠢又天真。这个二哥被人换了命格，本来就倒霉，更何况这事儿是被人陷害的。不要报官。梦蝶姑娘这是何意？难道真是你们构陷李二狗不成？这个奴家……围观的人群似乎看出了端倪。梦蝶姑娘，你为何要诬陷一个马夫啊？难道真的是来羞辱国公府的？苏国公可是我们大赵国的战神，要不是他在边关，早就灭国了。你为何要羞辱国公府啊？对啊，你良心不会痛吗？这不是送上来的机会吗？切！捻出一张肉眼看不见的黄色符箓，是他自创的真化符，指尖一弹，那道符化作一道流光，悄无声息地没入了那婆子的眉心。婆子的身子忽然一僵，双眼变得空洞无神，仿佛一具被抽走了魂魄的木偶。她张开嘴，用一种平淡无波的诡异的语调自己说了起来。这一切都是七皇子殿下安排的。他说，只要让国公府出丑，事成之后就给我们家姑娘赎身。梦蝶脑子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自己的心腹为何会突然出卖她。此时她只知道自己完了，得罪了七皇子，她恐怕没法在京城里混了。婆子一个哆嗦回过神，她看着百姓都鄙夷厌恶地看着自己和姑娘，下意识附在梦蝶耳边询问：姑娘，出啥事儿了？别说了，我们走。众人见梦蝶等人扬长而去，觉得没什么热闹可以看，加上聚宝阁的伙计出来驱散，很快就散了。大姐，我们不报官了。灰了二弟，还是低调为好。知道了。珍珍，走吧。珍珍，你怎么了？我没事，缓缓就好了。姐姐，天道爸爸为啥要电我吗？小青感觉自己快要死掉了。小青蛇已经电得全身酸软，直翻白眼，最后无力地从她发髻上吧嗒一下掉落到地上。大姐，那条蛇……别怕，天道对于他们修仙的限制这么苛刻的吗？难怪三宗一门的人个个都眼高于顶，视凡人为蝼蚁，即便是皇室都忌惮几番。恐怕这些人拥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外，更重要的是受限于天道压制，不允许他们对凡人使用手段，也变相保护了凡人。难怪珍珍老是心里嘀咕拿钱办事，只有等价交换之时才会被天道允许。也不知道天道给珍珍的惩罚会有多久，会不会受伤啊？靠！萧泽那个王八蛋，今晚不把你家里偷的连裤衩子都没有，本尊就不降陆珍珍。不用担心，老毛病了，时不时就会犯一下病，都习惯了。对了，这只小青蛇是我前几天养的宠物，名叫小青，它很乖，也不咬人。既然是珍珍的宠物，就好好养着吧，只要不把寻宝吃了就行。回到国公府，欺人太甚，真是欺人太甚！快，方嬷嬷，快去请京城里最好的大夫来给李二狗医治，把库房里的那一只百年老山参拿出来，给他熬汤补身子。提拔李二狗当马正，月钱涨到10两，这些天让他什么活都不要干，就在府里面好好养伤，谁敢说半个不字，我撕了他的嘴。让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看看，就算是我国公府的一个马夫，也不是他们能够欺辱的。与此同时，皇宫御书房，混账东西，皇家的脸面都被萧泽那个逆子给丢尽了。为了区区一点口舌之争，竟然支持一个青楼女子去登阶羞辱国公府，他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苏家满门忠烈，为我大招镇守边关，他就是这么对待国公府的。来人，传朕旨意，七皇子萧泽品行不端，德不配位，
着即可起，禁足府中1年，闭门思过。若再擅自出府，无需告知朕，直接关押宗人府。再派人去七皇子府，给朕狠狠的打他50大板，让他长长记性。当天下午，七皇子府便传来了鬼哭狼嚎般的惨叫。苏将，今日之辱，本皇子记下了。总有一天，本王要让你们整个国公府都为本皇子陪葬。夜，月黑风高，郑国公府陆真真的房间内，陆真真盘膝坐在床上，双目紧闭，将白日天道劈在他身上的9道雷电残余慢慢炼化。小青，姐姐带你去七皇子府讨债。她如同一只没有实体的鬼魅，穿墙过壁，没有惊动任何人，便来到了萧泽的卧房之外。殿下，奴才尽量轻一些上药，你忍一下。该死的苏家，这笔账等本皇子伤好了再跟你们慢慢算。随后去了萧泽的私库，多宝阁上稀稀拉拉地摆满了各色珍奇古玩，前朝的字画，稀有的玉器。就这一个皇子，就这点家当，还搞那么多机关。本尊在上界随便打劫下九流的宗门都比这富裕，萧子这个王八蛋，又蠢又穷还抠门，真不知道哪来的脸在外面耀武扬威。蚊子再小也是肉，不要白不要，收。陆真真神念一动，只见司库之内凭空刮起一阵微风，那码放的如同小山一般的金银箱子瞬间消失不见。紧接着，多宝阁上的古董字画、玉器珠宝也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拂过，一件件凭空蒸发。再去其他地方转转，不给萧泽留一条裤衩子，就不会给他留一只袜子。然而就在他转身的刹那，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骤然从天而降。靠，这次来真的。之前的惩罚只是警告，这样的天雷惩罚，恐怕天道爸爸是真生气了。毕竟不问自取是为偷，上界都是修仙者，争夺资源也是常有的事。天道爸爸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象征性一下下，可这次是拿的下界凡人的东西，他动怒了。小青蛇看见这一幕都不想吐槽了，摆烂了。哼，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了。陆真真在天雷下来前快速出了司库，闪进了七皇子萧泽的房间。什么人？一道比水桶还粗的紫色神雷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撕裂苍穹，无视了七皇子府的一切建筑与阵法，精准无误地朝着陆真真所在的位置悍然劈下。当第9道天雷落下，那恐怖的天威终于缓缓散去。快去看看殿下！陆真真看着没有被劈死却全身黢黑的萧泽和小太监的身影。果真，天道爸爸不会随意劈死一个凡人的。一阵诡异的痴傻的笑声从一截断墙后悠悠传来。泥巴，我要做个小白兔的。小白兔跑了。哎呀，快给殿下披上衣服啊！别碰我，我要抓蝴蝶。时而大笑，时而痛哭，嘴里胡言乱语，彻底变成了一个白痴。皇宫御书房，景泰帝听着暗卫的汇报，天降神雷，正中老七的府邸，可知晓今夜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异象？回陛下，那道九霄紫雷好似是冲着七殿下本人去的。
什么？他做了何等天怒人怨之事，竟引来了天谴？殿下他被雷劈中之后，似乎是神志不清了。哼，废物！不仅是个蠢货，还是个扫把星。传朕旨意，七皇子身体抱恙，在府中静养，无诏不得外出。这道旨意名为静养，实则已是彻底的放弃。一个疯了的被上天厌弃的皇子，毫无半点价值。国公府，妈呀，天道爸爸下手可真狠，开始炼化体内肆虐的天雷余威。天道爸爸还是比较疼本尊的，虽下了9道天雷，实则给本尊打通了经脉，更好的淬炼身体，不亏不亏。姐姐，小青的伤势修复好了，需要小青给团老大喂银子吗？有了小青蛇帮忙，陆真真终于安心的躺在床上了。姐，有好吃的吗？有蛇！姐姐，小青可以吃了它吗？人，快救救鼠！说秘密跟人说。救命啊！有蛇要吃鼠啦！小青，放了它。快说。今天鼠无聊，在府里转悠，听见2人和3人说，要半月后老人生辰宴，要给小人下药。3人是我们府中人？不知道，鼠从未见过。人，鼠可以喂它，能给鼠好吃的吗？一个吃，一个喂，一个监工，这不就是全自动投喂流水线吗？完美。翌日清晨，二小姐，您起了吗？夫人让您去中堂说话。朴实无华且枯燥的一天又开始了，进来吧。二小姐，您的药真是神了，奴婢昨夜发了一身汗，今早就大好了。这是奴婢特意去低楼给您买的，还热乎着呢，你先垫垫肚子。恐怕天不亮，小桃桃就去排队购买了吧。小桃桃之前单方面以为本尊要跟她抢大姐的宠爱，但骨子里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姑娘。陆真真捏起一块，心情颇好的咬了一口，没有看见春桃突变的脸色。国公府中堂，真真来了，快坐。我让你们来呀，是有件事情要说，顺便问问你们的意见。渊儿，你说吧。近来府里风波不断，不管是大姐夫去世，宁远侯府被诡异灭门，还是小妹名声有损，都太过晦气。还有半月就是母亲的生辰，不如借这个由头办一场宴席，请些宾客来热闹热闹，冲一冲这府里的霉运。大哥大姐，你们看这样安排如何？渊儿这个提议很好，国公府是该热闹热闹了。正好趁着这一次我的生辰宴，我便正式向京中的各家宣布，真真是我镇国公府的义女，是我苏家名正言顺的国公府二小姐。嘿嘿，是不是又可以收礼了？没想到母亲这么重视这个该死的乡下泥腿子，得想个办法把这个碍事的赶出国公府，以免我的计划节外生枝。原来在这里挖坑呢，冲喜！我看是冲着小妹的命去的吧。这个伪君子，打的一手好算盘，想趁着寿宴人多眼杂给小妹下药。不知道他是想毁了小妹的名节，好让国公府蒙羞，还是想用这样的手段强行将小妹嫁出去，笼络人心。这心思可真够毒的。这消息如同惊雷一般在苏家众人心中炸响。我以为六皇子只是景泰帝安插在国公的眼线，没想到他不仅仅是一个白眼狼，还是一条阴暗的毒蛇，满脑子都是太子之位，连一起长大的小妹都不放过。母亲，大哥，你们这是怎么了？
母亲只是感慨，之前渊儿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人儿，如今已经长成了孝顺的少年郎了。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府中这些接待宾客、逢年过节、拜祭祖先等等事宜，不都是大姐小妹办吗？小妹要帮大姐张罗宁远侯府的事情，实在是没空，就麻烦二弟了。大姐，我们是一家人，说什么辛苦之类的话？既然如此，我就却之不恭了。母亲，儿子这就去办了。去吧，别太累着了。若有不懂的，就让方嬷嬷帮衬一些。谢过母亲。等南辰渊一走，娘，昨夜天降异象，9道紫雷尽数劈在了七皇子府，七皇子被雷劈中疯了。疯了？千真万确。陛下已经下旨，令其在府中静养，无诏不得外出。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怎么会突然被雷劈中？天道爸爸果然是本尊亲爹，看似惩罚了本尊，实质上把萧泽那个人渣给劈成了白痴，简直是5星好评，必须点赞。就是不知道他光着屁股抓蝴蝶的样子被多少人看了去。什么？昨天的天雷是劈陆真真的，没想到劈了七皇子，这事不会是他干的吧？哼，坏事做尽的人渣，老天都看不惯了，活该被雷劈。老皇帝8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疯了，还有一个敌我不明，粗略算5个儿子，还有些纠结选哪个倒霉蛋下手。这老六不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吗？让本尊好好筹谋筹谋。为了以防万一，苏南辰还是让墨影派人暗中盯着苏南渊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随时跟他汇报。半月时光转瞬即逝，唉，每天就是买，这种朴实无华且枯燥的日子，虽然堕落腐败，本尊可太喜欢了。苏宁烟和苏宁熙相互看了一眼，更加卖力地给他买东西。终于到了情势生辰这一日，镇国公府张灯结彩，车马迎门，宾客络绎不绝，一派喜庆祥和。西妹妹，你的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啊？之前七皇子看不上你，如今他得了重病，被皇上勒令在府中休养。若是西妹妹此刻去求陛下赐婚，陛下感念其一片赤诚，说不定就准了呢。到时候西妹妹可就是名正言顺的七皇子妃了，真是可喜可贺呀。这些话如同一根根淬了毒的针，狠狠扎向苏宁熙的心口。这些人说这些话什么意思？让堂堂国公府小姐嫁给一个疯子，亏他们想得出来，分明是想将我的脸面，国公府的脸面撕下来，扔在地上狠狠地踩踏。是李小姐想嫁，又怕吏部尚书府的门第不够，辱没了皇子威名，这才怂恿西妹妹去探探路。若是成了，你便可说国府千金尚未嫁得，你自然也嫁得。若是不成，丢脸的也是国公府，与你李家毫无干系。这算盘打得可真是响啊。其实李小姐也不用如此小心翼翼，国公府在皇上跟前儿还是能说上话的，可以让我大哥去皇上面前请旨，将你赐于七殿下，说不一定冲一冲喜，七皇子就好了呢。这话简直是诛心。苏宁熙看见陆真真，眼睛顿时都亮了。你什么你？皇家婚配，自有陛下与天道定夺，岂容尔等在背后妄议揣测？还是说，几位姐姐的家族，如今已经可以凌驾于皇权之上了？哪来的几只苍蝇，一直嗡嗡嗡的烦人。那个王小姐，本尊似乎记得原身当暗卫时，倒霉大哥就在暗中调查他爹贪墨军饷，也不知道找到证据了没有，不知道低调行事，还像癞蛤蟆一样的到处蹦跶。这个李小姐
前几日还被我看到在城外别院跟一个穷书生私会，玩得挺花呀。石破天惊的内心吐槽。苏宁熙没想到这两人看着挺正经的，没想到还有这些事。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还有，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就是，你算个什么东西？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乡野丫头，攀上了高枝，就以为自己是国公府小姐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个德行，还敢插嘴我们京城贵女之间的事。住口！姓李的，就凭你也敢骂我真真姐？苏宁熙，你敢打我，我要撕了你！两人瞬间撕扯在一起。哎，别打了，你们别打了，今日可是母亲的生辰宴，哎呀，不要闹了！哎呀，熙妹妹，不要再打了！陆真真看似在一旁拉架，实则趁着混乱护着苏宁熙，用脚精准无比地踹在李若兰等人的身上。都给我住手！竟是镇魔司副指挥使周清风。这个臭男人居然敢帮着李若兰，我记住了。王爷，已经处理好了。众人顺着周清风抱拳行礼的方向看去，正是并肩王萧莹。竟然是并肩王！不是说并肩王身中奇毒，命不久矣了吗？王爷怎么会出现在国公府的寿宴上？王爷怎么来了？今日可不是治病的日子。啊，听闻陆姑娘被国公夫人收为义女，本王今日来是专门来给姑娘送贺礼的。多谢王爷赏赐。里面是一块白玉佩，一边刻着镇魔司，一边刻着真字。这是什么意思啊？想让本尊给镇魔司打白工？本尊拒绝当牛马。这是镇魔司编外人员的令牌，整个大招也不过5个，这个令牌可以调动100名镇魔司的人员，你好好收着。陆真真瞬间明白对方的意思，如今国公府是镇魔司罩着的，看谁不要命敢动国公府。好了，贺礼已经送到，本王离开一会儿，寿宴上见。天哪，并肩王竟是专程为那个陆真真来的。那盒子里装的什么？看那木盒的材质就知绝非凡品。这个陆真真究竟是什么来头，竟能得到并肩王的青睐？寿宴正式开始。八皇子殿下，贺礼到！众人又是一惊。八皇子，那位传说活不过25的病秧子，他怎么也来凑热闹了？咱家奉殿下之命，特来为国公夫人和陆小姐贺喜。殿下贺国公夫人年岁更替，顺意长存。殿下为陆小姐特赠白银100万两，祝陆姑娘花开富贵，岁岁无忧。100万两，我没听错吧？八皇子这是疯了？这是贺礼？这简直是拿银子在砸人吧！这陆真真不是救过国公秦夫人一命的乡下野丫头吗？怎么会认识八皇子？先是并肩王亲临送礼，再是八皇子豪掷100万，国公府收养的义女到底是何身份？坐在主位上的秦氏看着白花花的银子，端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顿。他只是借自己生辰宴将陆真真介绍给圈中权贵，怎么会引来并肩王和八皇子？这如何是好？嘿，这人说送就送，能处。今日招待不周，还请诸位尽兴。诸位，此乃家父在10年前亲手在后院桃花树下埋藏的桃花酿，今日特意取出与诸君共饮，聊表谢意。来了来了，被夏利亚的酒朝着小妹走来了。陆真真的心声让苏家几人心头一颤。没事的。苏宁熙拿起面前的酒杯，深呼吸一口气，慷慨赴死般的准备一饮而尽。突然有人从后面狠狠撞了他一下。
小姐恕罪，奴婢该死，奴婢不是故意的。没事，起来吧，走吧，去换一件衣裳，不然就太过失礼了。既然如此，不如我们给六皇子创造出手的机会。姐妹二人带着贴身丫鬟相携离去。六皇子因为并肩王在国公府，所以放弃了。他这样想着，就看见有人跟在苏家姐妹的身后。哼，换方式了。小青，姐姐，是要小青去咬那人的屁股吗？你咋就对人的屁股感兴趣？因为屁股肉厚啊，不会硌牙，而且那个位置比较私密，一般人不会用嘴把毒液吸出来，死亡率高达90%哦。小青是不是很聪明，很厉害？小青是最棒的小蛇蛇了，去帮本尊盯着，只要谁敢对苏家姐妹动手，你就狠狠咬谁的屁股。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小子的野心比本尊想象的还要大。今日并肩王和八皇子对本尊的重视，让本尊在这小子心里也有了价值，连本尊也成了目标。他用这种东西来算计本尊，是该说他天真呢，还是该夸他勇气可嘉？有意思，真有意思。苏南渊时不时地关注着陆真真，看着她毫不迟疑，干脆利落将杯中那杯下了药的桃花酿一饮而尽。成了，这药效不行啊！既然要做坏事儿，就不要那么抠搜，居然买假药，蠢而不自知。陆姑娘，您可是不胜酒力。不愧是本尊，鱼儿这么快就上钩了。哎呀，头好晕。陆姑娘，不若奴婢扶您去偏院客房歇息片刻。陆真真点点头，她搀着陆真真避开宾客的视线，从侧廊穿过，一路走向后院最偏僻的一处小院。陆姑娘，您好生歇着，奴婢就在院中守着，有事您唤一声便可。陆真真倏地睁开双眼，方才的迷离醉态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合欢香，双重保险。六皇子那个狗脑袋是做不到这样细致的，定是狗皇帝示意的。这手段真是半点新意都没有。不过下界凡人极其看重女子规格声誉，这样上不得台面的算计是最有效的。陆真真没有离开房间，重新躺了回去，闭上眼静静等着。她倒要看看是那个不怕死的狗东西敢跟六皇子一起算计她。清纸院，大小姐，不好了，车少爷腿摔断了，您快去瞧瞧吧。这儿怎么样？怎么就摔了呢？是车少爷和其他大人的少爷一起在后院玩耍，不知怎的就从假山上摔下来了。大姐，你快去瞧瞧彻儿，不用陪我，我还有春芽呢。苏宁言心中冷笑，苏南渊为了支走他，居然对薛彻下手，连小孩子都不放过，真的够狠。大姐去瞧瞧，你换好衣裳就直接去宴会吧。春芽跟在苏宁熙身后，刚要进屋，只觉后颈一痛，眼前瞬间一黑，便软软的倒了下去，然后就被人拖走了。紧接着一双手将苏宁熙狠狠往房里一推，苏宁熙踉跄一步，差点摔在八仙桌上，还未回神就听见门响，房门被人重重关上。春芽，外面有没有人？苏小姐，你是逃不出去的。李文山，你想做什么？这里是镇国公府，你要是敢乱来，我爹爹和大哥不会放过你的。这样的状况大哥也预测过，安排的暗卫咋还不来？我还能做什么呀？我当然是娶你呀！要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我，怎么会出现今日的局面呢？放心，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包括国公府的暗卫。你们府中暗卫大多是七品，
更何况外面还有六皇子安排的10位6品武者、4位5品武者和1位4品高手。就算他们真的来救你，也会让他们有来无回。放心吧，嫁给我，我今后定会好好待你的。你别过来！你再敢上前一步，我立刻死在你面前！我死了，你们李家也别想好过！哟，贞洁烈女！他指了指角落里那尊不断吐着青烟的铜兽香炉，笑得愈发得意。可惜呀，晚了。这屋里点的可是上等的合欢香，就算你是铁打的仙女儿，再过片刻也得变成主动投怀送抱的荡妇。到时候就算你求着我都未必会怜惜你呢。话音刚落，院外突然传来一阵兵刃交接的闷响与低沉的嘶吼。是大哥安排的暗卫？不必指望了，六皇子殿下的人可比你们国公府那些废物厉害多了。果然，院外的打斗声很快便弱了下去。就在李文山舔着嘴唇准备扑上来的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细如发丝的翠绿色影子从窗户的缝隙中闪电般的钻了进来。他快如鬼魅，悄无声息地游走到李文山身后。嘿，姐姐说了，要狠狠地咬屁股。他的脸色由白转青，由青转紫，口中涌出白沫，双腿一软，面朝下直挺挺地栽倒在地，全身不停地抽搐。这不是珍珍姐身边的小青蛇吗？是珍珍派他来救我的。就在此时，一声巨响，那扇被反锁的房门竟被人从外面用蛮力一脚踹开，正是镇魔司副指挥使周清风。地上的李文山不停地抽搐，口吐白沫，赶紧上前查探。仅仅10息的功夫，李文山没了动静，死了。周清风余光看向不远处的小青蛇，抽吸一口冷气。这蛇极毒无比，拔刀要砍杀。你想对我的救命恩蛇做什么？难怪明里暗里找大哥的茬，果真不是好东西。小样，下次再敢对我出手，直接吞了。周清风愣了愣，他似乎看见了那条小蛇眼中的鄙夷之色，眼花了。你马上立刻赶紧滚出本小姐的房间，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走狗。大哥不是东西，一脉相承的妹妹应该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不过屋子里面的味道，合欢香，而且药性极烈，是达官贵人之间流传的小玩意儿。难道是吏部尚书的小公子要对苏家小姐下手？吏部尚书是六皇子的人，但是六皇子从未在人前露过面，神秘得很。难道六皇子想要对国公府下手？难怪王爷让我偷偷跟着来瞧瞧。此地不宜久留，走。你别过来，这里是国公府，你休得胡来！你敢动我大哥不会放过你的。女人就是烦。然而当他们踏出房门的那一刻，一股比屋内更浓郁更刺鼻的血腥味迎面扑来。小妹，大哥，我好害怕。周清风，你对我妹妹干了什么？别误会，我周清风虽然不喜你，但也绝非是那种下作之人，是王爷让我来的。是吏部尚书的小公子想玷污你妹妹，尸体还在里面。苏世子，是本王瞧见有人鬼鬼祟祟跟着苏家小姐，怕有危险才让清风跟在身后保护，结果没想到真有人胆子如此之大，在国公府对苏家小姐行这样的龌龊之事。大哥，是李文山，他说上门求娶多次都被母亲拒了，他就怀恨在心，才……
是真真姐的小青蛇救了我。回王爷，吏部尚书拥护六皇子，这些人应该也是六皇子的人。如今六皇子计划未得逞，不知道还会闹出什么乱子。不好，真真，他怎么忘记了？六皇子的目标除了自家小妹，还有陆真真。那个丫头也被六皇子算计了。萧莹心里一惊，二话不说，紧跟苏南辰身后离开。还傻愣着干啥？赶紧带我去找真真姐。另一边，苏南渊搞什么呀？怎么这么久都没有人来？再不来，本尊都要睡着了。一声轻微的令人牙酸的门轴转动声在寂静的房间里突兀地响起。来了来了，终于来了。门被推开，两个人影一前一后，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江少，瞧见没？床上躺着一个仙女姐姐，只要你跟仙女姐姐睡觉觉，仙女姐姐呢就能给你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娃娃。嘿嘿，嘿嘿，生娃娃。苏南渊居然给我找了个这样的玩意儿，丑就算了，还是个痴儿，侮辱谁呢？仙女姐姐，生娃娃。江少可是江大将军最疼爱的小公子，今日之后就能嫁入江府吃香的喝辣的，切，真是便宜你了。找死！陆真真只是在床上一个翻转，一条纤细修长的腿狠狠踹在丫鬟的胸口处，那丫鬟连一声惨叫都未能发出，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墙壁上，再软软的滑落，瞬间气绝身亡。好玩好玩，再来一次，我也要玩。一声清脆刺耳的骨裂声突兀的炸响，还在傻笑的傻子脸上笑容一僵，下一刻脑袋往旁边一倒，死了。这死胖子真是恶心。陆真真正要将恶心的胖子尸体丢在一边，一道金色光芒毫无征兆地从虚空中射出，如同一道光柱进入已经死去胖子的眉心。下一刻，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发生了，竟然伴随着咯咯咯的骨骼摩擦声，以一种完全违反人体构造的角度，缓缓地转了回来，大眼瞪小眼。就在气氛变得诡异起来时，一声石破天惊的嚎哭从胖子的口中爆发出来。哇！什么鬼玩意儿？这个死胖子被毒射了？师叔左，小元宝总算是找到您了。师叔左，您不认得小元宝了？我是玄清师尊新招的小弟子，元宝这个名字还是您给取的呢。您说我长得招财运，当时您在赌放黑吃黑，为了不让人怀疑你去钻狗洞，还是弟子给您放的风呢。停，别说了，本尊信了。再不阻止，小弟子为了证明自己，非把他的黑历史全抖落出来。还真是小元宝啊，不满6岁的爱哭包。小元宝，怎么来下界了？是师尊送我下来的，说我修为低，不会受到天道压制，能很快很顺利的找到师叔祖。贤亲送你下来干啥？我跟你说，我可没钱养你，想吃饭，想修炼，自己赚钱。不是的，师叔祖，咱们的宗门没了，全没了。你说什么？您被人暗害之后，魂灯虽未灭，但是师尊他疯了。师尊带着大师兄等亲传弟子踏遍3000世界，血洗了9大天城，
只为寻出暗害你的凶手。可是师尊那不管不顾的做法惹了众怒，5大顶级宗门跟10多个小宗门联合起来，设下了天罗地网，围攻我们天玄宗。我们天玄宗虽然强悍，但是人数太少了，无法与他们抗衡。师尊算出了您的位置，就把我给送来了。师叔祖，这是师尊让我给您带的留影石。玉石发出一声清鸣，悬浮于半空，霎时间华光大放，一道巨大的光幕在陆真真面前展开，其上景象变幻，竟是天玄宗的山门。玄清，你倒行逆施，血洗九域，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只要交出陆真真的魂灯，我等或可给你天玄宗留下一丝血脉。哼，什么倒行逆施，当老子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们自己不承认自己修为太差，从而抹黑我们天玄是黑吃黑抢夺机缘的匪类。我师尊就是你们害死的。现在你们如法炮制，想不要脸的暗害我师叔，血洗9域而已。哼，老子的气还未消呢，想让老子交出师叔的魂灯，做梦！今日天玄宗虽灭，但只要师叔祖重返上界，他日我们必将踏平尔等的山门，血债血偿。话音落下，他双手结印，周身灵力狂涌，整个天玄宗地动山摇，一道通天彻地的金色光柱冲天而起，将整个天玄宗主峰连同那10多名弟子尽数笼罩其中，化作一个巨大的金色光茧，而后缓缓沉入大地，消失不见。他知道最后的那道金光是什么，是天玄宗最后一道守护大阵。玄清将剩余10多名弟子和残缺不堪的宗门都封印在虚空禁地之中，只有等他重返上界，开启大阵，才能将他们从禁地释放出来，否则将永生永世被困在其中。5大顶级宗门吗？敢灭本尊的宗门，伤本尊弟子。好，很好，本尊都记下了。等本尊解决了与苏家的因果，回到上界，定要将你们一个个抽筋剥皮，神魂俱灭。师叔祖。就在这时，房门被人从外面用蛮力一脚踹开。苏南辰和王潇颖2人看见这一幕，眼底翻涌着惊涛骇浪，大脑一瞬间陷入了空白。这是何等诡异离奇的场面！哦，这2位哥哥是谁呀？长得真好看。苏南辰看着卖萌的胖子无语，站在苏南辰身后的萧颖也无语。真真，你们6皇子马上就要带人来了，这局面太尬了，怎么破局？院外一阵杂乱又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此时所有人猝不及防地看见屋里有一个胖子正抱着陆真真的大腿一幕，纷纷露出惊愕的表情。很快众人的眼神里染上鄙夷的神情，果真是上不了台面的乡野丫头，才被国公夫人认为义女，就迫不及待想要攀高枝。难道她不知道江少是个傻子，或者说连傻子都不放过？本王和苏世子还有陆姑娘说话，没想到江公子突然就冲过来。都安排妥当了，怎么会出现意外？为何卧病在榻的小皇叔会来国公府，还如此维护这个陆真真？更重要的是，小皇叔什么时候跟苏南辰关系如此之好了？难道国公府已经投靠小皇叔了？但是小皇叔的病没几日了，投靠了又能如何？也风光不了几年了。我之前还念及与秦氏的母子情，与苏南辰、苏家姐妹的兄弟姐妹情，所以手下留情了。
没想到，他们居然背着我攀上了小黄书，那就别怪我心狠。江少，你这是看上我姐了？不然咋一直抱着不放？母亲，江大将军家里只有这么一个独子，极其疼爱，二姐嫁过去也是很不错的。母亲，你觉得呢？计划不错，可惜姓江的死胖子已经死了，如今胖子体内的不过是一个不满6岁的小娃娃。六皇子让一个啥也不懂的小娃娃成婚，简直就是畜生。母亲没有意见，人生大事还需要问问珍珍，只要珍珍同意就行。国公府最近霉运连连，为娘去白寒寺算了一卦，主持说珍珍是苏家的福星，需在苏家住上3年，才能让苏家去除霉运。所以啊，就算珍珍要出嫁，也要3年之后。原主是个傻子，你知道咋办了吧？师叔祖，这人想害你，小元宝知道怎么做了。爷爷，苏儿好想你啊，爷爷，你跟我回家好不好？爷爷，爷爷，娘的，这哪里是傻子，分明是连人都分不清的白痴。小元宝，爷爷是个什么鬼？陆珍珍嘴角抽动2下。弟子喊你师叔祖，在凡间，师尊相当于弟子的爹爹，师尊又喊师叔祖为师叔，可不就是爷爷吗？苏南辰对江家这个傻子没了敌意，秦氏也是越看小胖子越觉得可爱。这个小娃娃就是珍珍在上界的徒孙。妖族，我的儿啊，你又乱跑什么？哎呀，傻儿子，胡说八道些什么？还不快跟我回去！娘，你看看，他是不是跟家里墙上挂着的爷爷长得一模一样啊？江夫人无语，她现在只想把这个丢人现眼的儿子塞回肚子里重造。娘，你说过耀祖要当个孝顺的好孩子，还说爷爷在世的时候对耀祖可好了。现在耀祖瞧见爷爷，难道不应该痛哭一场，来表达思念之情吗？不应该将爷爷带回去，好好的孝顺吗？你这孩子都胡说什么呀？走，跟娘回家。离开时，他的余光狠狠瞪了苏南渊一眼。什么六皇子的得力助手，什么给我儿子娶漂亮媳妇儿，依我看，这人就是故意给大将军府抹黑。我回去一定跟夫君说，离那个狗屁六皇子远一点。手下的人一点小事都办不好，还能干什么大事？其他人脸色各异，纷纷跟秦氏寒暄了几句，都纷纷离开了国公府。小元宝真是聪明，还知道把本尊的乾坤袋拿下来。有了这些口粮，团团明后天就能醒了。秦氏和苏南辰不由得皱了皱眉头。那个叫团团的醒了，珍珍是不是要离开他们了？得想办法将他留下来。今日这局，我输得莫名其妙。今日让苏家人都有了警惕之心，下次恐怕难了。该死的！哎呦，不好了，老夫人，车小少爷从假山上摔了下来，左腿断了。为了太子之位，竟对一个小孩子出手，简直是不择手段，视人命为草芥。果真不是苏家的血脉，完全继承了老皇帝的自私自利、心胸狭隘以及敏感多疑、冷血无情的性子。母亲，您别急，小侄子吉人自有天相，定不会有事的。珍珍、渊儿，跟母亲去看看小彻儿。娘，王爷还未走，我们就离开，不太好。王爷来国公府定然是为了朝堂之事，交给你大哥就行。你还未入世，打探朝堂机密会引来杀身之祸的。给陆姑娘黄金1万两为本王治病的，可是苏世子？是。
为何？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君而事。我苏家忠于的是黎民百姓，而不是皇室。王爷心怀天下，是如今大辽国的不二之选。萧莹低低的轻笑一声，书房一叙，如何？可。与此同时，林轩今日也受邀参加国公夫人的生辰宴，刚走出大门，就看见自己得力助手带着一小队官差急切地走过来。你们怎么来了？大人，你看看这个，一炷香之前突然出现的，不知真假，所以属下带了一小队人前来查看。林轩看着纸条上写着国公府清旨院暗杀李文山死几个字，不由得皱皱眉头。走，无论纸条上写的事件是真是假，必须严查。林轩换上张大虎带来的官袍，可当他踏入清旨院时，却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院内干净整洁，青石板上连一片落叶都无，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木清香。大人，这……去那边看看。他指向不远处的假山。大人，这里有个人。只见假山后，比甲的小丫鬟蜷缩在地，双目紧闭，已然晕厥过去。他认出来了，是苏二小姐。不对，现在应该是苏三小姐的贴身丫鬟春芽。密报不是说有暗杀吗？不是说吏部尚书家公子李文山死了吗？人呢？就连尸首都没见着。大人，兄弟们搜了一圈都没有任何线索，是不是情报有误啊？这事儿肯定是真的。你看这些地方都太干净了，仿佛刚被打扫过一般，应该是有人不想我们插手。这件事儿恐怕不简单呢。正要收队离开清旨院，就看见苏大小姐贴身丫鬟春桃急匆匆地跑过来。瞧着对方着急的模样，林轩紧抿着嘴角。难道密报上的地址说错了？不是清旨院，而是苏大小姐的听雪院。林大人，请跟奴婢去一趟听雪院。出何事了？有人想要谋杀我们小少爷。在何处？赶紧带本官去。他也不废话，带着张大虎等人跟着春桃去了听雪院。你们留在外面，本官一人进去。大小姐，林大人到了。京兆府尹林轩，见过老夫人、二公子、大小姐、二小姐。林大人不必多礼，没想到大人来得如此之快。听孙儿说有人意图要谋害他，还请林大人帮国公府找出凶手。本官之前就接到密报，说国公府清旨院有人暗杀，本官前来却扑了个空啊！只在假山下发现了昏迷的丫鬟春芽啊，没想到幕后之人还对彻少爷下手。什么？希儿如何？本官并未瞧见苏三小姐，不知是否被人掳了去。母亲不用担心，小妹吉人自有天佑，不会出事的。娘，小妹没事。既然二女儿说了没事，希儿就一定没事。你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吗？我与几位哥哥在假山那边玩捉迷藏，突然感觉脖子后面一麻，眼睛一黑，在昏死过去时，感觉有人将我推下假山。那可看清是谁将你推下假山的？并未，只是晕死之前，余光瞅见那人身上穿着府中小厮那种青灰色短打的服饰。一个下人？不，绝非是国公府下人。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点了小少爷的晕血，还将其推下假山，更是没有一个人发现他，必然是个会武功的高手。我也问过假山周围的宾客以及和车儿一起玩耍的孩子，他们都说没看见任何人靠近小车。孩子们说小车躲起来后许久没出来，他们去找，
这才发现他已经晕死在了假山下。嘿，这招连环计还没完呢。那人将薛彻推下假山的事情已经再三给李二狗了，若林轩稍微一查，就会查到李二狗身上。最近府中的人突然对一个马夫这样上心，已经引起老六的注意了。他虽不知道李二狗的真实身份，但也不会给自己留下一个不确定因素。若今日的事都按六皇子计划的走，国公府气运可就没了一大半了，离抄家流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母亲，大姐，你们不用太担心了，这是我前几天去云寒寺求的，可以保平安，驱小人用。真真呐，这个该怎么用啊？是放在身上吗？保平安的不都是符咒吗？为何会是一颗不起眼的珠子？也不知道秦氏是没脑子吗？就被这野丫头三言两语就给忽悠了。娘，你滴一滴血在珠子上，等血被吸收后捏碎就行。搞定。娘是国公府主母，她滴血布下这玄光镇邪阵的事情，天道爸爸就不会批本尊了。玄光镇邪罩可是好东西，本尊也就3颗，对苏家来说正好。只要忠心苏家的，哪怕是一只虫子，都能身体康健，无病无灾。那些混进来的探子，不出10日全都会病死，任何大夫都查不出来。本尊倒是要看看，府里到底有多少探子。秦氏和苏宁烟心猛地一跳，上界还有这种好东西啊！难怪人人都想去宗门修行，都想有一天能够前往上界。启禀老夫人、大小姐，大公子请二小姐即刻前往书房一叙，并监王殿下亦在书房等候。难道说，大哥打算放弃中立的立场，投在并监王的旗下？否则的话，从未与国公府有过接触的并监王，会来参加国公府夫人的生辰宴。真真，去吧，别让王爷觉得我们国公府怠慢了。是。哼，某人快坐不住了，肯定想办法急着去给他的主子报信。看来国公府是真的投靠了小皇叔，这件事可大可小，必须通知父皇。母亲，儿子还有事，需要出府一趟。秦氏望着他仓皇离去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讥诮。有真真的玄光镇邪罩，我倒是要看看这些鬼东西还能蹦跶几时。镇国公府的书房，这是成功会面后让本尊来剔除魔气。那大哥到底是让本尊一次性治好，还是分2次治好？真真，一次就够了。好吧，之前说好的这一次给100两，如今岂不是少100两？虽说之前的积蓄能让团团醒来，谁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受伤，毕竟团团靠吃银子制霸天下。放心，治疗之后大哥会给你1000两。倒霉大哥可真好，有劳陆姑娘了，如果能够一次性的治疗好，本王愿付1000两的诊金。行，我们开始吧。话音刚落，萧莹站起身，极其自然地解开自己的衣袍，露出白皙的肌肤。王爷，你在干什么？住手！王爷，怎可在女子面前宽衣？殿下，男女有别，您这是做什么？就算治病，也不要脱衣啊！他叫王爷冰清玉洁，这个陆真真一看就是掺王爷身子的女色批，我绝不会让苏家人得逞。嘿，治病救人，何须在意这些繁文缛节？陆姑娘既然要施展银针，不褪去衣物，如何找准穴位？再说了，又不是第一次了。王爷不必如此，这次治病用不着银针，更不必宽衣解带。欲擒故纵，哼，女人。小青，回来开饭了。话音落下，一道碧绿色的影子如闪电般钻了进来。周清风越看小青越眼熟，
这不是咬死李文山还鄙夷过他的那条小青蛇吗？陆姑娘，他是不是……是他。放心，他是专食魔气的灵宠，不吃人。陆真真拖着小青，在苏南辰和周清风的注视下，将手腕凑到萧莹的胸前。去吧。不是说魔气极难驱除吗？这就行了？不，这么多年，魔气早已经侵入王爷的五脏六腑与四肢百骸，除了心脏，还有头部。陆真真将盘在腕间的小青轻轻取下，放在了萧莹的头顶。不愧是血咒，都快要在这人体内修炼成精了。若不是小青多年压制，恐怕高高在上的王爷在魔气侵蚀下，不是死就是演变成怪物。1000两诊金，有点小亏。王爷，别动。他体内的魔气与他神魂相连多年，此刻强行剥离，无异于抽筋剥骨。你现在上前，只会引得魔气反噬，让他死得更快。瞪本尊干嘛？又不会让你主子少疼一点。有这功夫，不如想想一会儿怎么加钱感谢本尊。小青的速度快到了极致，他猛地张开嘴，那看似小巧的舌吻，此刻却仿佛化作一个无底的黑洞。魔气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响彻书房。小青不闪不避，竟主动迎了上去，一口将那魔气化作的鬼爪吞噬殆尽。姐姐，这个魔气不愧是小青养了许久的食物啊，就是好吃。你开心就好。不过香姨能扛住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这么多年，毅力倒是不错。毕竟是我一眼就相中的寄生宿主啊。王爷，您感觉如何？真真，王爷的身体可是好了？好了，好好睡一觉，多吃点好的，补补身子，然后再连续晒10日太阳，就痊愈了。陆姑娘，这是王爷的枕巾。我这有钱人是跟有钱人玩的，瞧瞧一个两个都能随时拿出1000两，不错不错。陆姑娘，此番大恩，本王没齿难忘。银货两讫的事情，都是生意，王爷不必如此。哼，既然如此的话，本王想与陆姑娘谈一笔生意如何？王爷谈的生意绝对不会小，看来又能赚不少钱了。王爷说来听听，只要价格公道，一切好说。在下执掌镇魔司多年，麾下有数百名的兄弟，常年与妖魔鬼怪缠斗，许多人都如同我一般被魔气侵蚀，苦不堪言。破魔丹数量太少，都是紧着修为高、功勋高的袍泽，下面普通的镇魔司力士只能咬着牙硬生生的抗。本王想请陆姑娘，或者说请您的灵宠，为镇魔司的兄弟们驱除魔气。只要陆姑娘愿意，每治疗1人，本王愿出10两诊金。王爷客气，不用给那么多，每人1两银即可。1两银？陆姑娘确定？姑娘大意，这人不咋地，运气倒是不错，有如此大义凛然的干妹妹。陆真真不知道萧莹和周清风在脑补什么，她有自己的考量。一是这次人数较多，又是小青出力，相当于白赚；二是小青本需要大量魔气修炼，一举两得的事情，何乐不为？三是他很佩服这些人只是仅仅靠着凡人肉身抵挡妖兽一次次的攻击，比那些道貌岸然的修仙者好多了。